青云宗大殿内，宗门长老神色肃穆，气氛凝重如铁。宗主，金阳宗下了最后通牒，我宗已到了生死存亡之际，请允许我率领众弟子先下手为强。宗门资源枯竭，弟子亲王不接，太上长老寿元将紧闭了死关，拿什么先下手？岳长老面露不忿，但也知道这是事实，嘴里骂骂咧咧，但没回话。何人在殿外喧哗？罢了，是藏经阁的那个杂役，一个茬儿，由他去吧。此人名为林缺，是一名来自现代的精神病人。他坚信自己是万古第一剑帝，在修行时不慎一招劈到高压电线，穿到了青云宗的一名小杂役身上。阿九，你可还记得你我并肩作战的峥嵘岁月？今日你我便再续前缘。看好了，此乃本尊新悟出的独孤九剑之扫地式。林缺此举被从大殿冲出的岳长老看了个正着。岂有此理！宗门危在旦夕，此子还在此装疯卖傻，简直是我宗之耻！岳长老正要厉声呵斥，但目光突然落在了林缺的剑招上，整个人僵住了。这凌乱的挥舞，为何引动了天地灵气？这招看似毫无章法，实则暗合天道韵律。这莫非是凡尘剑意失传的上古无上剑道？就在岳长老心神俱震的时刻，林缺突然收招。如今本尊修为尽失，竟是连一招都不能完整使出了。还是先扫地吧。林缺意兴阑珊地转过身，开始认真地清扫地上的落叶。他的动作仿佛含着某种韵律。岳长老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。我明白了，我全明白了。万物返璞归真，于微尘中方见真切。这么多年，我终于突破了，金丹大圆满！谢前辈点化之恩。岳长老看了林师兄扫地就突破了。林师兄不，林师叔，他是高人中的高人啊！林师叔，他是高人中的高人啊！岳长老看了林师兄扫地就突破了。师兄，请受我等一拜。请受一拜。这老头咋忽然哭了？不会是想饿我吧？等等，这人怎么也都聚起来了？这一个个的怎么看着比我还神经？你是说，岳长老就看了看那个疯子扫地就突破了？弟子亲眼所见。巧合，绝对是巧合，定是因为岳长老每日勤学苦练，厚积薄发，所以才恰好在那疯子胡闹时突破。苏师姐，这我也不想信啊，但是确确实实是我亲眼所见。想在我青云宗庄高人，先问我的剑答不答应。此时的林缺已经完成了宗门内的每日任务，也结束了修行，正快步离开，要去例行放水。厕所，早知道不跑这么远了。走得真快，看那步子，别被他听见。哼，装不下去了吧？如此不雅，就说这毫无修行天赋的杂役，怎么可能是高人？然而，一直在追随林缺的张大胖的眼中却爆发出惊人的光。林师叔他在给我们演示无上步法。这有点眼熟啊，可不眼熟，这不是尿急憋的吗？我说张大胖，你挺能编的。林师叔这步伐看似仓促狼狈，实则脚踏七星之位，乱中有序。这分明是一门步法，我愿称之为内级步法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宗弟子都该好好敲打一下了。此时，一位以速度见长的弟子刚巧路过，听到张大胖他们的讨论后，转头看向林缺。原来如此，是我该追寻他。我以前太过追求步法姿态优美，反而落了下乘。我懂了，又突破了。就看林师叔去茅房就突破了。林师叔果然不同凡响。这也能悟？太厉害了，这是天才啊！难道是我错了？终于到了。我就说这宗门布局不对，好一个宗门，厕所非得修这么远。解决完生理需求的林缺决定去巡视领地，张大胖果断跟上，苏清月咬咬牙也决定跟上。几人一路跟着林缺来到镇魔石旁。清风剑法第3式，
我已经练了整整1个月了，还没进步。师傅，我愚钝啊！周师妹，我这么喜欢你，你怎么能跟眼师兄结成道侣呢？我还是躺着吧。这是谁？你这都不知道？这可是咱宗门的扫地僧。听说岳长老只瞥了他一眼就突破了。唉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在此镇压捞到心魔，承载了不少业力吧？待本尊修为恢复，祝你飞升9天。诸位，林师叔说神识承载业力，是在点化我们啊！捞到心魔啊！林师叔莫非在暗指啊？我等平日修行时自我怀疑的念头。我懂了，我不是愚钝，剑法练不出是因为我心态焦躁，未曾将反复练习的枯燥视为修行。多谢师叔点化。原来如此，任务的艰难也是一种业力。也能聊天，捞到心魔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但是确实突破了，他到底怎么做到的？谁在想我？与此同时，金阳宗长老凌玄来到青云宗门前宣战叫嚣。叫你们宗主出来，我饶你们不死。我们绝不屈服。算了，我自己来。凌玄催动自身灵气，将声音在此地扩散出去。燕和小儿，出门送死！凌玄的声音如雷鸣般在整个青云宗回荡，所有弟子都听到了挑衅。凤阳宗欺人太甚！凌玄，以金阳宗如此行事，就不怕引起2宗大战？岳长老，你也知道怕。上次我金阳宗弟子在你这受辱，这笔账该怎么算？2宗比试切磋，输赢乃常事。今日我亲自来讨个说法，快叫苏颜和那小儿出来！凌玄，你莫要太过分！岳天明，一个金丹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！原因引起了强大威压。要么你叫那苏燕和出来，要么你这青云宗恐怕山门染尘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个身影却逆着元婴的威压，一步步从人群后方走了出来。大白天的吵什么吵？有邪魔挑衅，看我一剑破法！在林缺眼前的老头已然我乃邪魔，胆敢犯我道场！太上长老因寿元将近而必死关，此刻被外界的元婴气息惊动，他神念一扫便明白了局势。此次跟顾萍萍却有一颗无畏道心，莫非天不亡我青云？罢了，我这把老骨头也该为青云再效一份力。就在林缺即将碰到刀尖之际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。凌玄难以置信的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口，又猛地抬头，死死盯住他面前的林缺。你到底是？话未问完，凌玄砰的一声砸在地上，气息全无。林师叔他甚至没碰到那老魔，他真的一招都没出啊！现在的修仙邪魔都这么脆皮吗？真没意思。这是金阳宗的凌玄长老，回禀宗主，这老魔意图对我青云宗不利，被林师叔一眼瞪死了。一眼瞪死的？这位前辈究竟是什么修为？为何在宗内只当个杂役？怎么没有化成灰烬？林师叔手下留情了。若非如此，这邪修早已魂飞魄散，尸骨无存。这未免太过牵强了吧？清玄，你天资聪颖，但修行一道，最忌讳的就是眼高于顶。前辈的境界，其实我等能够揣测的。邪魔已除，本尊也有些乏了。今日的修行就到此为止吧。宗主，林前辈真乃天人也，一眼瞪死元婴修士，这等神通，老夫闻所未闻。只是为何此人在宗门内只做杂役？既然选择了我青云宗，就说明他愿意庇护我们。宗主，各位长老，弟子有一言。
弟子观察林前辈许久，发现他的行为举止颇为怪异。怪异？此话怎讲？他整日抱着一把破扫帚，自称什么剑帝，说话也颠三倒四。弟子斗胆猜测，他或许并非什么高人，而是脑子有些问题。听雪啊，听雪，亏你还是天才，怎么连这都看不透？林前辈那是大智若愚，返璞归真。古籍有云：大道50，天印49，敦去其一。这敦去的一便是变数。林前辈之所以表现得如此独特，或许正是因为他已经触摸到了那敦去的一。如此说来，林前辈自称剑帝，或许并非妄语。上古时代确实有过一位号称剑帝凌霄，只是年代久远，早已不可考证。清雪，从今日起，你好好跟在前辈身边学习，切莫再随意揣测前辈。弟子听令。厨房刚蒸好的扣肉怕凉了，我就快给您端来了。不错不错，比本尊当年在天界吃的差点。前辈您去过天界？那是自然，本尊可是赫赫有名的剑帝。林师叔，弟子想问，天界是什么样子的？七彩的祥云，宏伟的宫殿，天界的仙女个个都是绝色美人，她们都想嫁给本尊，只可惜本尊一心向道，无暇儿女情长。林师兄真是淡泊啊。林前辈，宗主让我跟在您身边学习。学啥？前辈，您嘴角有母。原来如此，你想拜本尊为师，学习本尊的绝世剑法？随便您怎么理解。本尊收徒向来只看缘分。首先，你得回答本尊3个问题。前辈，请问，第一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苏清雪。好名字。第二，你今年多大了24。花一样的年纪啊。你觉得今天的红烧肉好吃吗？我没吃过。你没吃过，这么好吃，你没吃过。林师叔这是在考验你。林师叔问你名字，是在问你是否知道自己是谁，这是考验你的本心；问你年龄，是在问你是否珍惜时光，这是考验你的道心；是在问你是否懂得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。林师叔这3个问题，暗含人生3大智力啊！就是这样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本尊的记名弟子了。行了行了，本尊要午睡了，你们都退下吧，不要打扰本尊的清修。林师叔这是在以身作则，告诉我们修行之道在于顺其自然。你算了，随你怎么说吧。就是这里，青云宗。回少主，正是此处。这么个小破宗门，灵玄长老是元婴修士，能让他的本命玉符碎裂，我倒想看看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。李师叔，大事不好了！李师叔，金阳宗来了好多人，为首的是金阳宗少主张天豪。金阳宗就是邪魔所在的宗门。对，就是被您一眼瞪死的那个灵玄长老的宗门，他们来报仇了。本尊倒要看看这金阳宗有什么本事。是。我金阳宗灵玄长老死在你们青云宗的地界，这笔账你打算怎么算？长老自己上门来挑衅，有错在先。挑衅？就凭你们这个破落宗门，也配让元婴修士来挑衅？打我金阳宗长老者，若不是懦夫，站出来！让开，让开，都让开！林师叔来了！本尊杀的有什么问题吗？赵天昊愣了几秒，随即放声大笑起来。就你杀灵玄长老，黄口小子，本尊念你年幼无知，给你一个机会，现在跪下磕3个响头，本尊可饶你不死。太有趣了！云宗，看来你们是打定主意不给说法了。赵天昊猛地抬手，一股金色灵力瞬间，朝林缺排去。寒风袭林缺大，金色掌力溃散成光点。就这？这怎么可能？刚才那是以气魁灵力。看来你确实不是普通的杂役，没有修为，他是拿了个法器成修。既然如此，
就别怪我全力出手了。我金阳宗的秘传灵技金鹰破空战，我倒要看看你那低阶法器能不能接下这一招。苏师姐，这么简单的一招，林师叔肯定没问题。大家看到了吗？林师叔早已看穿那招劲的轨迹与核心，这是何等精妙的玉羽化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本尊见帝是也，你这种小辈听都没听过吧？我呀，太强了，随手一扫就破了金阳宗的秘传灵技。就算你实力不俗，但灵玄长老可是元婴修士，你一个连灵力波动都感受不到的人，怎么可能杀得了他？元婴？那是什么东西？能吃吗？这家伙，要么是真的厉害，要么就是在故意装傻。就在这时，林缺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。哦，你说那个邪魔啊，本尊想起来了。赵天昊气急，又心生一招，暗中施展精神入侵之法。突然这么多灰，有点想打喷嚏。我不会感冒了吧？赵天昊正要施法，忽然与林缺对视上。这是什么眼神？简直是精神荒原！这瞳孔没有焦点，像是凝视着某个遥远而未知的维度。他到底在想什么？为什么眼里什么都没有？我在哪儿？少主，秋天就是干燥灰多啊，这都流鼻血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本尊乃第一剑帝，你们怎么总是记不住呢？真是害得本尊又没睡成午觉。林师叔为了守护青云宗，连觉都睡不好。多谢林前辈今日出手相助，苏某铭记于心。行了行了，别打扰本尊睡觉就成。对了，你叫什么来着？赵天昊。赵天昊，名字不错，听起来挺天真的。看在你这个名字的份上，本尊就不让你磕头了。你在耍我！你看看，本尊就说你易怒。年轻人啊，要学会感恩。赵天昊整个人如遭雷击，他感觉到一股恐怖的力量，瞬间封住了他的经脉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本尊就是鼓励鼓励你啊。我的修为，我的修为没了。少主，宗主，本尊回去补觉了啊。是，前辈慢走。真的是剑帝。赵少主，你现在还觉得我青云宗好欺负吗？苏言和，你们青云宗竟敢伤我，我父亲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赵少主若是不服，大可去找林前辈理论。绝对不是普通修士，他的实力恐怕连父亲都无法匹敌。今日之辱，我金阳宗记下了。我们走。这些人真是的，天打打闹闹，一点都不消停。只要你休息够了，身体自然会恢复。林缺没有注意，随着他闭上眼睛，一道金光围绕着他缓缓升起。师尊，拜见林前辈。哎，别这么客气，本尊就是来扫个地，你们继续。林缺让弟子们继续练功，自己开始扫地。这片叶子长得可真清奇，这纹路像极了藏宝图。没错没错，东边3步，南边5步，宝藏就藏在那里。苏清雪看着这一幕，嘴角抽搐。这到底是真的有乾坤，还是真疯了？我是彻底分不清了。难道本尊看错了？真是宝藏，不愧是本尊。这是紫霄破障丹，能帮助筑基修士突破金丹的神丹，价值至少10万灵石。什么呀？就是个丹药，又不能当饭吃。这太贵重了。拿着，本尊的宝库里多的是。不愧是剑帝，我等眼里的宝物怕是不值一提。师尊，您刚才是如何知道这里有宝藏的？
本尊看那片叶子上的纹路像藏宝图啊。青云宗又哪里来的宝藏？苏师姐，我们这些普通修仙者就别跟林前辈比了。林师叔可是一眼看破这落叶真谛。对呀，师姐，咱青云宗建立1000年，谁知道是哪个前辈留下的？父亲，青云宗欺人太甚！他们封了我的修为。什么？是谁敢伤我？是青云宗里一个叫林缺的人。林缺？我从未听说过此人。父亲，那个人他已击溃了秘传灵技，一掌就封印了我的修为。看来青云宗藏着一位了不得的高人，无二勿怕。先去找一仙解开封印，待仙盟大会，我亲自给你讨回说法。诸位长老，有关林前辈的事，我们需要更加谨慎。金阳宗已经知晓林前辈实力，若是赵烈那老匹夫亲自出手，他不敢。宗主何出此言？林前辈的实力远超我们的想象。昨夜林前辈所住方向有天地法则显化啊！若真是如此，我们这是要抱上金大腿了啊！绝不可怠慢林前辈，服务必须到位。放心吧，宗主，我们一定能让林前辈感受到家的温暖。王医生说过，多晒太阳对身体好，补钙预防骨质疏松。到底是真高人还是真疯子？今天必须看出个破绽。清雪身形一闪，准备冲上去救人。现在大白天也有放烟花的，怪不得青云宗这么穷，合着都办没用的事儿了。这是天雷？怎么可能如此的事？行了行了，别闹了，本尊要睡觉了。话音刚落，电弧和空中的乌云瞬间全部散去了，天空恢复了万里晴空。能将天雷当作玩物，我这师尊难道当真是剑帝？3日后，金阳宗一行人乘着飞行法器降落在青云宗山门外。云宗主，久仰久仰。果然是落宝宗门，护山阵是多久没更新了？彭鼠狼给鸡拜年。赵宗主大驾光临，真是让我这小门小派蓬荜生辉呀！不知赵宗主此番前来，所为何事？今日赵某带着犬子特来负荆请罪，弟子之前鲁莽，还请云宗主见谅。你们等着，等我爹搞清楚那老家伙的底细，有你们好看。赵宗主言重了，既是来访，还请入内一叙。有劳了。不过吾儿还想亲自向那位林前辈赔个不是。果然，今日都是冲着林前辈来的。倒是不巧了，林前辈近日在闭关，恐怕不便会客。无妨，即时道歉，等上几日也无妨。那就请诸位先入内休息。云宗主，不知林前辈在贵宗担任何职？林前辈不知俗，平日喜欢清静。听闻林前辈出手，一扫便击退天昊，想必修为深不可测。不知是何境界？林前辈从不在人前显露修为，我等也不敢多问。既如此，那赵某就不绕圈子了。赵某想亲眼见见林前辈，还请苏宗主成全。气氛瞬间降到冰点。赵宗主这是要强人所难。哼，云宗主言重了。赵某只是想确认一件事：青云宗到底有没有什么林前辈？金阳宗3位长老势威压，施加压力。赵烈，你欺人太甚！欺人太甚！苏言和，我看你们青云宗才是欺世盗名。什么林前辈，不过是你们编出来的谎言罢了。贼在吵，吵得本尊睡不着觉。就是你们，
能不能换个地开会？耽误本尊扫地了，影响我宗门形象，扣分了算谁的？身上没有半点灵力波动，果然只是谎言，怕是有什么宝贝加持。你就是青云宗的林前辈？谁在喊我？就是他，就是他把我号给封了！吴彦和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用一个疯子来糊弄本座！既然你们青云宗如此不识抬举，就别怪赵某不客气了。你们真的好吵啊，跟蚊子似的。前辈息怒，他们是金阳宗的。什么金阳宗？本尊看似邪魔聚集地，看见！真是个疯子！我说小苏啊，这屋顶不用本尊陪吧？不用不用。那就好，本尊先走了，你们玩去吧。赵宗主，您看这屋顶修缮费。赵某尽数赔偿。苏宗主，今日是赵某有眼无珠，冒犯了真神，告辞。慢走不送。诸位，3日后便是3年1度的仙盟大会。此次大会，各大宗门都会派出精英弟子参加，这关乎我青云宗的颜面。宗主，以我们的实力，恐怕……是啊，咱们这账面实力去了也只能陪跑。所以本座决定，此次大会请林前辈随行。太好了，有林前辈在，咱们青云宗必定大放异彩。可是师尊他……清雪，你有何疑虑？师尊他深不可测，若是贸然邀请，会不会惹他不快？林雪所言极是，林前辈思维跳脱，行事莫测，我们需谨慎行事，风险与机遇并存。清雪、大胖，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，记住8字方针，态度要正，脸皮要厚。放心吧，宗主。是宗主。哎，妖孽，吃俺老孙一棒！师姐，你看，林前辈又在演练剑法了。师尊只是在扫地。哟，小胖子来了，还有小徒弟。前辈，是这样的，3日后有个仙盟大会，宗主想请您一起去。仙盟大会，又是那种高手云集，江湖恩怨一次了结的那种，并不完全是。好，本尊去。太好了，有前辈在，我们青云宗必定扬名立万。那是自然。本尊当年纵横3界，所向披靡，区仙盟大会不在话下。哎，走吧走吧，早去早回，本尊的生物钟可不能乱。有劳前辈屈尊，只是本届仙盟大会设在北极仙盟总部，路途遥远，恐怕无法当日往返了。等等，远，那大会管饭吗？伙食标准怎么样？是自助还是桌餐？前辈放心，大会期间设有仙宴，灵果珍馐管够。仙宴，本尊最喜欢吃席了。哎，现在能飞过去吗？本尊要做小孩那桌。老岳，林前辈言行如此，莫非是在考验我们的道心？定是如此。前辈游戏风尘，我等需用新体悟。林缺左看右看，没有发现任何交通工具。是说要去城里吗？小苏啊，本地的剑呢？前辈的剑，就是那种能飞的。前辈您的神器扫帚不就是吗？啊，扫帚也能飞？就是能飞的那种剑或者葫芦、飞弹也行啊。前辈莫要说笑，以您的无上修为，早已达到万物皆可为剑，一念便可飞行的境界，何须拘泥于外在形式？对对对，你看本尊这记性，差点把设定忘了。起来！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扫帚微微震动起来，拖着林缺缓缓升空。啊，真的飞起来了！看，林前辈御气飞行了！前辈留步！
御界危险恐怕得飞半个月，还请前辈与我等一同前往。有专机不早说，下次注意。林缺看着这庞然大物愣住。好家伙，这规模比飞机还夸张！等等，他们怎么都在掏东西？只见长老们率先掏出一枚玉符，在光幕前低低了一下身影，便没入其中。那个，本尊的票呢？票，这是我宗的仙州，林前辈自是不用买票。不用买票，我看你们人手一个，滴一下进去的玩意儿啊。您说的是弟子凭证，您早已达到人气合一、万法随身境界，何须这等外物？您手中的神器便是最高权限的通行证，您只需像我们一样持器扫描即可。这飞艇是扫地机器人开的，这扫帚写的真全啊！以前辈的境界，万物皆可为凭，一草一木皆是钥匙。对，本尊回去一定研究一下这扫帚的设定。林缺抱着扫帚，硬着头皮往登州口走。这树下岂不是让这蛇死？会不会抓脚，然后跳出几个仙动丸，把我的逃票都抓起来？不管了，死了安后万一。B 林缺验证通过。我去，您旅途真能刷！这扫帚还有公交卡设定啊！前辈果然深不可测，连宗门飞艇的禁制，在他面前都形同虚设。林缺成功混上神州，被内部装潢吸引，好奇地东摸摸墙壁，西看看窗外。本尊果然是天才，这大家伙可比头等舱器派多了，不仅有独立包厢，还有观景窗，这波不亏。哇，这全景天窗，这流线造型比经济舱带劲多了。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缺个空姐推个小车发餐啊。耶稣眼看真界，一凡心观天道，他在用最纯粹的本我与这方天地共鸣啊！完全不像在感悟天地。何方笑笑，报上名来！吾等皆为是血以门志，青云宗要去参加仙盟大会，可惜你们到不了了。你们这些魔道败类也敢拦我们的路？今天就让你们葬身此地！这是空中马戏团表演吗？各校5毛差评。看来你们这些名门正派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，竟然还收了个凡人。去解决掉他。别过来啊！这飞机的玻璃很贵的。这什么豆腐渣工程？明明是军工级的呀！完了，把我卖了也赔不起。宗主要是知道，不会让我去扫厕所吧？电子扎手，时令尺子，风急之呼，快撤！林前辈，你太神了，一记扫帚就把他们吓跑了，我简直不敢眨眼啊！多谢林前辈出手相救。过奖过奖。那个赔窗户的钱能从伙食费里扣吗？些许损耗，宗门承担便是。大气。那个仙盟大会还有多远啊？本尊饿了。啊，好壮观啊！传闻仙盟总部建于上古天宫遗址之上，灵气之浓郁，果然非同凡响。景色不错啊，修仙界的5万级风景区。快看，青云宗的人到了。一个落魄宗门有什么好看的？孤陋寡闻了吧？听说他们宗里出了个尊者，金阳宗的赵天豪在他手上吃了大亏。赵天豪来了，怪了，怎么不是赵宗主带队？是谁带队了？这几个人要是打起来，不会波及到我们吧？你们青云宗倒是还敢来？仙盟大会，天下正道皆可参与，我青云宗为何不敢来？那怪人为伍，谁知道是不是走了什么邪门歪道？赵少主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，还请慎言。林缺正打着哈欠，蹲在地上研究地砖的拼缝，思考这玩意儿每缝的花多少钱。
怎么到哪都有这种台词贫乏的 NPC？ 林前辈，您看那赵天昊腿都在抖。怕了就回家喝奶吗？非要在公共场合刷存在感，耽误时间，一点都不道德。赵天昊脸色更白了一分，但众目睽睽之下，他骑虎难下。你这妖人，休要猖狂！此地乃是仙盟总坛，岂容你在此撒野？啊，我吗？少在这里装傻充愣，接招！赵天昊动作极其阴险，袖袍一抖，甩出一道幽蓝。小心！年轻人不讲武德，搞偷袭啊！孤毛扫帚毫无光华，气针却如同泥牛入海，瞬间消失，连点涟漪都没泛起。连银透骨针乃是师尊所赐，中者修为仅废，怎么会一点反应都没有？刚才赵少主是不是用什么？赵少主好像用了什么？没看清啊，好像有道光闪了一下，然后就没了。作为林缺头号粉丝，张大胖的捧哏技能瞬间触发，某些宵小之徒见不得光的龌龊手段化于无形。啥手段？胖啊，你老实告诉我，是不是看见啥我看不见的东西了？林缺顺着张大胖的眼神示意，再次看向赵天昊。你暗算本尊了。赵天昊被看得浑身发冷，仿佛被什么洪荒凶兽盯上，嘴唇哆嗦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够了！松犬真人来到广场，目光直直地扫过脸色惨白的赵天昊，环绕了林缺，最后落在拿着扫帚、一脸我是良民的林缺身上。老夫怎么不知仙盟重地何时成了思乡斗狠的方式？弟子知错，一时冲动，是那林缺。你便是青云宗那位林小友啊？对，本尊就是路过蹭饭，你们继续就行。这老头眼神咋这么灵？瞧着保护我。能以凡咒无声化解玄阴透骨针，小友这愤怒过的本事，倒是让老夫开了眼界。各方俊杰既已到齐，便莫在此耽搁。诸位，请随老夫入殿吧。嚯，这宫殿装修倒是挺下本，就是窗户开太小，空气不流通，也没个空调风扇，差评。全是灵果，不愧是高级会场，参标就是高。师尊，这是凌云果，不能多吃。没事，本尊肠胃消化功能嘎嘎好。诸位道友，本届仙盟大会由老夫和妙音共同主持。最近魔道活动日益猖獗，此次召集诸位，便是要共同商讨应对之策。真人，我天剑宗上月连13处灵石矿脉，弟子伤亡数十，魔道气焰嚣张，恳请仙盟速派援手。我宗也是，那群魔崽子专挑我宗出门历练的小辈下手，我们不如早日打上去铲除他们。大殿内顿时响起议论声，愤慨的情绪开始蔓延。怎么一开会就诉苦批斗啊？林前辈，这讨论的可是大事啊！是啊，师尊，这关乎正道存亡、天下苍生啊！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，魏前辈，在下有一事不得不禀，此事关正道安危。全场目光瞬间被赵天昊吸引。要举报青云宗勾结魔道，其心可诛。我恳请仙盟立刻彻查青云宗。赵天昊，我尊敬你为金阳宗少主，你竟然在此搬弄是非，诽谤我宗情誉！那你们敢不敢让那位林前辈展示一下修为？依我看，就是以法器掩盖魔气。全场目光聚焦到林缺身上。此时的林缺正欢快地啃着第3颗灵果。叫本尊？也没人通知要准备节目啊。诸位前辈都看到了吧？此人自称什么剑帝，却连一丝灵力波动都没有。如此严肃，关乎我修仙界未来的大会，他却只顾着吃东西。我看他就是魔道派来的卧底。除非是魔修，怕泄露了根脚的阴杀之气。不错，最近青云宗风头太盛，这突然冒出来的前辈也着实蹊跷的很呢。井底之蛙也敢妄议天穹，林前辈的境界早已超脱尔等凡俗。那就证明给我们看啊！
要玩！本尊现在就是个零级小。Hello， 系统，金手指，老爷爷，有没有谁在线救一下啊？林前辈，用您的修为碾压他！本尊纵横3界多年，还是第一次被人要求证明自己。少在这故弄玄虚，若是拿不出真本事，你就是魔道奸细，按仙盟律法，绝不轻饶。林缺大脑飞速运转。诸位，你们着相了，修为没什么好证明的。真正的强者早已超脱了这种衡量标准，强大不在修为，而在于……你继续装，我看你能装到几时？天道的认可。言出法随，此人一言竟能引动天道共鸣。有意思，果然不是普通人。这也行，这是赶上哪个路过的道友渡劫劈歪了？一定是这妖人施展了障眼法！看招！我还有一招，这可是专门跟师尊学的破魔招。金光破邪，光下林缺手中的扫帚突然亮起一层柔和的白光。那把扫帚是上古神器，林前辈威武，连扫地工具都是传说中的神器。不愧是林前辈，是我多虑了。这扫帚真成精啊！难道我昨晚梦游给他滴血认主了？道友的实力有目共睹，老夫佩服。不是，林前辈谦虚了，您的实力天地可见。我不服！心道见人，同归于尽吧！缺见他冲来，吓得往后一退，扫帚脱手飞出，精准抽在赵天昊脸上。我的鼻子断了，肯定断了！本少英俊无双的脸。众人陷入集体石化。这是什么逆天身法？林前辈机操，前辈这是在用身体力行向我们演示，我魏魏以弱胜强的至高战斗美学。这里是谁做的宝剑？这里拖得比溜冰场还滑，还有这猪子腿，为什么摆在这里？我的老妖啊！林道友的境界，妙音望尘莫及。你给本少等着！赵天昊，你在仙盟大会上公然出手伤人，按规矩当废除修为。什么？不要！我可是金阳宗少主，我爹可是赵烈。林缺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这是吕布，居然是个戏。惹事的终于被拖走，仙盟大会终于开始了正式议程。诸位道友，今日便要商讨出一个应对章程，诸位自可畅所言。有何可商？魔道妖人见之即杀！我庆山宗院魏先锋将魔修据点连根拔起。宗主，魔修狡诈，行踪闺蜜，贸然出击，恐中埋伏，得不偿失。我认为当以稳固防御、清查内部为先。宗主所言有理，魔道擅长蛊惑人心，我等须先筑牢根基。老夫提议，各宗联合布置预警大阵，一旦有强大魔气波动，即刻预警。宗主之意甚好，我妙音宗可负责阵法音律协调部分，以清心普善咒为基，净化阵内气息，防患于未然。各方宗主你一言我一语，讨论逐渐激烈，场面一度十分热烈。我所有的打回去就行了，搞什么复杂？陆师姐，你看林前辈气定神闲，仿佛一切尽在掌握。师尊可能只是困了。宗玄真人目光扫过全场，最终落在了快要进入梦乡的林缺身上。林道友，林道友，会议结束了。林缺，关于抵御魔修之事，不知你有何高见？高见没啥高见啊，魔修来了，打回去不就完了？魔修诡计多端，哼，岂是你说打回去就能打回去的？他们搞阴谋，我们就搞阳谋。阳谋？还请林道友详解。魔道不是喜欢玩潜伏、搞偷袭吗？咱们就别老等着挨打，主动出击，
他们不是喜欢躲猫猫、搞偷袭吗？那我们就请君入瓮，搭个鸿门宴，让他们来了就别想走。他们图的不就是那些东西吗？无非是灵矿、药草、天材地宝这些宝贝，咱们就挑几处看似防守薄弱，实则藏着大阵的宝地，让诱饵，再故意放出消息，最后来个关门打狗。高，实在是高！不能！我背正道，岂可行此鬼祟之事？这怎么叫鬼祟呢？这叫灵活应对，精准打击。他们不光明正大，我们为什么要跟他们节奏走？咱们也另辟蹊径，以其人之道排斥其人之身，让他们不敢再犯。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草绳。还可以派出卧底，派几个机灵的弟子，假装叛逃或者被俘，混进他们老窝。怎么只准魔到来我们这当卧底？施魔长计以制魔，从内部瓦解他们。荒诞无耻！这成何体统？不在州上则怒不可遏。大殿即将失控时，一股无形的威压从主座上传来。林道友之言虽质朴，却直指核心。仙盟后续部署便以此为基调，内墙根基，外部罗网，以静制动。真人，这我们正道名门都不必劝了，老夫意已决。哼，看吧，还是人家有眼光。这就叫走魔修的路，让魔修无路可走。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。哟，周宗主有意见，看来你对魔道那套很熟啊。要不这个项目负责人你来当，保证专业对口。周尚则被噎得满脸通红，全场发出一阵压抑的低笑声。师兄出气了，看他脸都成猪肝色了。前辈，您真是太厉害了，让他们再瞧不起我青云。既然方略已定，明日便开启宗门友谊切磋赛，各宗可派弟子上台交流，以武会友，切记点到为止。正当众人摩拳擦掌之际，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传来：“快到有且等！”赵宗主，你还有何未交代？老夫可提醒你，若无证据断，不得随意诬陷同袍。真人所言极是，只不过在下看来，犬子行事固然孟浪，但其所言也并非空穴来风。那依照宗主之见，该如何是好？既然阁下自诩世外高人，不屑于是俗品皆评定，那就更应该展示一二，也好让我等井底之蛙开开眼界。这金阳宗是属牛皮糖的吗？怎么跟韭菜似的，割一吃尝一吃，专业找我的吃。本尊的修为就是满格的 WiFi 信号，你老年机感应不到啊？这能怪我信号不好吗？不知所云，以为说些怪话就能蒙混过关？来人，取册灵石。这册灵石可是我宗至宝，可以检测修为境界，只要你把手放上去，真假立辨。你该不会不敢吧？这块像大屏幕一样的灵石挺酷啊，怎么亮的呢？看看我的激魂安抚大法。哈哈，看到了吗？连一点灵力波动都没有，这就是个凡人！骗子！不对，肯定哪里不对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这块石头是水货。什么？本尊说这块石头坏了，本尊可是用了上古魂安抚大法，但是他还是不开机啊。他测不出本尊的修为，是因为他的等级太低了。胡说八道！这可是从上界流传下来的测灵石，一个凡人！我操！天哪，这测灵石碎了！难道他的修为超出了测灵石的上限？我就说吧，前辈的修为岂是凡物能测的？大会结束，原本庄严肃穆的广场，此刻人群如潮水般涌向一个角落，将手持扫帚的林缺里3层外3层的围了个水泄不通。什么情况？不是说好个回个家，可找个妈妈，怎么都围过来了？林道友，还请留步。老夫有一事困扰数百载，今日若不得道友指点，恐道心难安啊！此乃我宗世代相传的至高秘典残卷，据传蕴含无上断体奥秘，奈何传承断绝，老夫与历代仙贤偶心沥血，亦无法参透其万分之一。这不就是广播体操吗？画的还挺抽象。师尊，广播体操是何等功法？清雪闻所未闻。本尊以前在上界的时候，经常做这个。第一节伸展运动，1、2、3、4。第二节扩胸运动，这有啥难懂的？李世安死死盯着林缺的动作，在他眼中，那懒洋洋的挥手踢腿间，竟隐约浮现出日月轮转、大道归一的无上轨迹。
原来如此。就在李世安他勉强把动作模仿到位的瞬间，异变陡生。300年，抢了老夫300年的元婴后期凭据，竟送走了！林道友，不，林师，今日传道授业之恩堪比再造，弟子李世安此生铭记，日后实但有所命，天剑宗上下，刀山火海，万死不辞。看见没？林前辈又让一个人当场突破。整个广场俨然变成了林缺的疑难杂症解答大会。每一个得到指点的人，无论起初多么怀疑，最终都陷入顿悟，看向林缺的目光充满了狂热与感激。什么时候才能开席吃饭啊？经过昨日广播体操引发的轰动，林缺本以为能睡个懒觉，谁知天刚蒙蒙亮，他就被震耳欲聋的1、2、3、4口号声吵醒。为什么在修仙界还能听到中小学课？贱操！本尊只是想睡个懒觉。唉，林前辈，您醒了吗？林前辈，您看大家练得多认真，经过一夜修炼，已经有10几位道友突破了。挺好，强身健体，人人有责。师尊，昨日您提及的8段锦，不知清雪可否有幸见识一番？唉，本尊天生劳碌命啊，罢了，谁让我收你为徒了呢？都看好了，这叫8段锦，主打一个慢功出细活，修身养性。第一式双手托天理三焦，主要治疗肩周炎；第二式左右开弓4射雕，专治鼠标手。林缺渐渐打起8段锦，8段锦的动作古朴缓慢，仿佛暗合某种天地韵律，周围的灵气随着他的动作缓缓流淌汇聚。运动天地法则以温养神魂，这是调和阴阳的无上养气法门。苏清雪跟着学了一个动作，一股精纯的灵气悄然涌入苏清雪经脉，她常年因修炼过快而略显滞涩的灵力变得无比顺畅温润。这看似简单的动作，竟能直指灵力运转的本源，化鱼笃为通途。怎么样？简单吧？都记住了没？每天早晚各一遍，健康生活100年，比克那些死贵的丹药馆用多了。哎，不对，修仙是不是本来就能活过百？哎，算了，不管了。广场上所有修士朝林缺深深一揖，反响这么热烈，看来本尊这套老年广播体操，说不定还能出个教学预检，收点版权费。林道友，你这8段锦的韵律暗合天地之理，与我妙音宗无上仙乐9天梵音谱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我宗愿将此法门结合乐法，传颂天下。配乐那个春江花月夜或者高山流水的调调就挺配的，怎么样？别忘了交版权费啊！春江花月夜，高山流水，莫非是上古仙乐之名？林道友果然学究天人，连失传乐谱都了然于胸。我宗弟子定竭尽全力，为这无上法门谱出最契合的仙音。前辈，您看那边，赵烈带着几个人脸色跟锅底似的，毕竟刚当众出丑，儿子也被送进去了。前辈您得多留个心眼。广场边缘的赵烈和几位长老正阴鸷地看着这火爆的场面。看来推广全民健身的阻力不小啊，总有那么几个老顽固不愿意拥抱健康新生活。没有人注意到松泉真人隐去身形，静静注视着这一切。累死本尊了！唉，崂山子仙盟大会比扫10条山道还累人。前辈，您今天太厉害了！您没看见那些人看您的眼神，简直像是在看活着的魁首。咱们青云宗这次可算出大名了。师尊，弟子有眼无珠，一直怀疑师尊的身份。今日见师尊出手，弟子才知道师尊深不可测。弟子向师尊赔罪。这么小个事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道友在吗？老夫有要事相商。林道友，老朽冒昧来访，是想邀请前辈担任本届百宗大会的荣誉裁判长。可是本尊想睡觉。道友只需坐镇即可，无需费心，而且会有丰厚的报酬。报酬有吃的吗？有，仙盟最好的灵果、灵酒、灵膳，应有尽有。那好吧，本尊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了。太好了，各地美食我来了。有请分工，对阵烈火门，请双方选手入场。注意，友谊第一，
比武第二，禁止攻击下三路。比试开始。哦，这打打杀杀的有啥好看的？不如回去补个回龙诀，梦里啥都有。前辈，您看那个清风宗弟子的剑法如何？剑法？哦，花里胡哨的，没什么用。本尊一根手指头就能戳到他。周围的宗门代表纷纷烈火门上，真的应验了。林前辈果然眼光独到。林缺根本没注意擂台上发生了什么，正摆弄着椅子扶手上的龙头雕刻。这龙头做的真像啊！接连几场比试结束，林缺每次随口的评论结果都恰好应验，各宗门代表对林缺的敬畏越来越深。林前辈，金阳宗的王景点名要挑战您的弟子苏清雪姑娘。不敢应战吗？还是说你这个所谓的师傅根本就叫不出真东西？赵天昊不在，大虎息。我要成为年轻一代第一人，我高他一个境界，正好让我扬名。清雪啊，你想去玩玩吗？师尊，弟子愿意一试。行吧，那你去吧。为什么所有人都比我积极？就这，连句战术指导都没有，派个剑帝师尊又有何用？你师尊完全不管你啊！你懂个屁！前辈这是无为而治，释放养士教育的至高境界。前辈早就把你底裤都看穿了。苏清雪抽出长剑，剑身寒光闪烁。王景祭出一柄金色大刀，灵气涌动。两人瞬间交手，刀光剑影，灵气爆炸。王景修围在筑基后期，苏清雪只忍住气，场面一度被压制。果然还是我金阳宗技高一筹。苏师姐加油啊！李主任，清雪，你的剑太直了，本尊不喜欢。剑要像水一样会转弯才好玩。既像水一样会转弯，师尊这是在暗示我什么？苏清雪福至心灵，剑法陡然一变，原本刚猛的劲风变得柔和起来，剑势如流水般变成了飘忽不定的弧线。青云宗苏清雪上！前辈，就那么一句话，苏姑娘变悟了，真是神了！妙啊！一柔化刚，一曲应直。林前辈于剑道上的境界实在深不可测。王景怒不可遏，跳下擂台，头也不回地扎进了堆里，走了几步，却又忍不住慢下脚，心里梗着的那口气忽然松了点。这是歪理邪说，手中剑不刚直，剑修的脸都丢尽了。刚才那一剑的轨迹，好像还真有点玄奥。多谢师尊点拨。好了好了，本尊电量告急，真的需要休眠了。这椅子落得慌，不如客栈的床舒服。虽说人中变异，师尊不是剑帝也是一方大能，可这睡相也太过返璞归真了吧？看来是本次大会的压轴之战，一方是玄天宗100年一遇的天骄云晨，对战青云宗的苏清雪。怎么介绍那云晨就那么长一串，苏师姐就那么短，真不公平。是云晨，传说他3岁引气，10岁筑基，修炼速度比御剑还快。听说他半年前就已经突破到筑基大圆满了，离结丹只差临门一脚，苏姑娘怕是难了。苏师姐，这硬剑差距太大了，要不咱们战略性认输，不丢人啊？不必，遇难则退，算什么剑修？夏云晨，请师妹步临赐教。云师兄请。装水装到决赛了，玄天宗以防著称，我倒要看看他那套把戏怎么圆。林前辈，您看这一战，苏姑娘可有胜算？谁在念叨本尊？打完了，可以收工回府了。哎呦喂，那个穿黑衣服的小哥，你头顶上那是啥？好大一块头皮屑反光区啊！年轻人要注意个人卫生，是不是该洗头了？什么？他难道又发现问题了？
是在隐喻，绝对是隐喻！快记笔记。我懂了，前辈说他头顶有问题，一定是看穿了他功法的命门。苏师姐，攻他天灵盖！师尊绝不会无的放矢，这是在暗示我什么？找到了，他头顶3寸处，灵气流动有一丝紊乱，不愧是师尊，相隔数十丈，一眼看出了他的罩门。玄天护体，万法不侵。还是妖孽！玄天宗的镇门绝学，筑基期就能显化至此。苏清雪没有急于进攻，她的所有注意力都聚焦在云晨头顶，被林缺称为头皮线的区域。苏清雪的剑化作一波，巧妙地绕过了金钟所有的防御节点，精准无比地直刺到云晨的灵气紊乱之中。师兄，承认。真的赢了！林前辈是我永远的神。前辈神目不变，一眼看穿玄天宫的死窍。林前辈威武，苏师姐霸气！我们青云宗站起来了，看谁还敢说我们是二流宗门！是在下级不如人，敢问苏师妹师承何处？剑帝灵缺，在下只顾闭关修行，孤陋寡闻。剑帝所居何处？可否讨教一二？这位便是我们青云宗的定海神针，也是苏师姐的师尊林缺前辈。晚辈云晨，拜谢前辈指点之恩，今日方知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本尊指点你啥了？本尊就是好心提醒你注意形象。现在年轻人都不注意个人卫生的吗？听见没？前辈这是在告诫我们，修行先修心，整洁是第一步。前辈已将修行融入生活细节，每一句都是无上心法。该死，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连玄天宗的独门罩门都能被他蒙对，为什么我金阳宗没有这么好的运气？我宣布，本次仙盟演武，青云宗当属魁首。按照惯例，各得这枚令牌。此秘境乃上古大能遗留的洞天福地，每10年才开启一次，内藏无数珍宝。这个花纹挺好看的，清雪你拿着玩吧。草率了，衣服没动，还不如给徒弟拿着，还显得威势大方。弟子多谢师尊，这就给我了。这可是秘境令牌，不愧是师尊，这等宝物都看不上。林前辈，晚辈还有个不情之请。想请就请，不请闭嘴。有问题快说。晚辈愚钝，卡在筑基大圆满已经半年，始终无法突破到金丹期，恳请前辈指点迷津。你呀，就是想太多 ，CPU 都快干烧了。修炼这事儿跟睡觉一个道理，你越是瞪眼想着我马上要睡着，就越睡不着。把脑子格式化，清空回收站，别瞎琢磨，说不定一觉醒来，嘿，成了。对啊，我一直太执着于结丹这个结果，反而忽略玄天宫无为而进，道法自然的本质。多谢前辈点化，晚辈愿追随前辈左右，以报再造之恩。哎呦我去！你干啥？本尊这不包就业，本尊自己都快养不活了。你谁呀？还想让林前辈收徒？苏师姐都没说话呢。全凭师尊意愿。云晨不得无礼，前辈收徒讲究的是缘分。晚辈梦浪了，晚辈这就回去等待缘分时机。真正的仙界大能，我一定要拜到林前辈名下，早日飞升。林前辈，在下是烈焰宗长老，毕宗地处南疆火焰山，盛产火系灵材料，不知前辈可否赏光？林前辈，他烈焰宗常年炎热，我北极冰原宫院献上万年冰碎，请前辈指点。别挤了，本尊要缺氧了！救命啊！保安在哪里？不是说好了修仙界素质高的吗？诸位，师尊需要清静，不喜喧闹。退！
前辈哪有那么闲？档期已经排到300年后了。师尊，我们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动手？为了捞着天昊那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，金阳宗都快被掏空了。跳梁小丑罢了。赵烈那个蠢货，为了保他那宝贝儿子，居然让出了5条灵脉的开采权。5个上品灵脉，那岂不是到我们手里什么都没有了？呵呵，好在这代价也不是毫无用处。2个灵脉换了赵天昊的命，另外3个换了秘境令牌。静儿别急，那对父子性子桀骜，此番受辱必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们只需隔岸观火，坐收渔利。至于那林缺带上古秘境开启，我倒要看看他有没有真本事活着出来。这帮人也太热情了，本尊这把老骨头差点散架。谁又在背后惦记本尊的绝世容颜？或许是金阳宗的人。他们有完没完啊！看他们面相就知道是心胸狭隘的主，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啊！妹放心，胖爷的这一身肉可不是白长的。好，你的心意本尊领了。本尊现在只想静静，别问我静静是谁。因为林缺的一句“再不走就有人堵门了”，青云宗众人连夜踏上归途。本尊就想安安静静吃个席，结果席没吃成，还得大半夜搞紧急拉练。这仙盟大会差评，必须差评。林前辈，您神机妙算，我猜这会儿金阳宗的人埋伏在路上了。套路嘛，打了小的，来了老的，标准流程。说不定还来了更老的，可能还自带干粮和帐篷，准备跟咱打持久战。哎，前辈果然早已洞察天机，连他们自带干粮都算到了。本尊是猜的，胖啊，少看点画本子吧，容易降智商。林前辈多次提及，定然是察觉到了什么，诸位提高苏叶河，交出那个使妖法的，否则今夜便叫你青云宗血流成河。还真来了，本尊的嘴开光了。退后，此事乃你金阳宗屡次挑衅，尔等如此兴师动众，不怕仙盟问责吗？仙盟，等解决了你们，谁又知道真相？那个拿扫帚的小子装神弄鬼辱我宗门，今日必将他抽魂炼魄，以解我心头之恨，报无处之仇。小子，死到临头还敢猖狂，拿命了！这灯还挺亮。林缺把手里的扫帚往前一移，动作像是拿扫帚头研究一下金光的材质。烈金剑之哪儿去了？行了行了，特效挺炫，但是大晚上的违反光污染防治条例了，赶紧让开，好狗不挡道。走了走了，赶紧回去，我都有点饿了。青云宗众人神情恍惚地跟着林缺，安全进入了山门。护山大阵的光芒缓缓闭合。以后再也不晚上出门了，容易遇到拦路的精神病。希望厨房还留着宵夜。林前辈回来了！恭迎林前辈在玉龟宗，前辈威武！林缺被这阵仗下的一个趔趄，差点表演平地摔。你们这是干嘛？青云宗背着我改成黑道帮派了！林前辈，您在仙盟大会上的事迹已经传遍整个修仙界了。您以一己之力震慑群雄，为我青云宗扬名立万。是啊，现在各大宗门都在打听您的消息，咱们青云宗的地位一下子水涨船高。啥玩意儿？修仙界消息原来传得这么快的吗？前辈又在用最朴实的方式教导我们：胜不骄，败不馁，要保持平常心。境界啊！柳长老，师尊舟车劳顿，需要休息，不如几日后再开庆功宴。对对对，瞧我这脑子，已经给林前辈安排上了，准备最好的厢房，前辈请。还有最好的饭菜，前辈最爱吃肉。青云宗已经给林缺安排上了最好的厢房，林缺正在休养。这才对嘛！修仙，连饭都吃不好，修个屁！前辈说的对，咱们青云宗以前太穷了，现在好了。宗主说了，以后每个月的供奉翻3倍。这都是师尊的功劳。敢问师尊，此令牌不限人数，可否由青云宗其他弟子参与？给你了，你决定。对了，那个什么上古秘境是个啥玩意儿？师尊，上古秘境是1000年前一位大能留下的洞府，据说里面有无数宝物和功法，有令牌方可进入，
开启后，各大宗门都会派弟子进入。而且啊，传说中秘境里天道果据说能直接飞升。哎，还有这种好东西，那本尊也要去。师尊果然只是表面不在意青云宗，剑帝何苦参加秘境？怕是为了保护我们。师尊放心，清雪定不辱师门。啊，这丫头怎么也越来越怪了？这不对吧？本尊才走了几天，这处集体脱发了。唉，本尊何时能够退休啊？林缺一边抱怨一边清扫地面，扫帚划过青石地面，留下看似杂乱无章的痕迹。是谁调动了青云宗灵力走下？这是失传的上古奇阵周天星斗大阵的局部运转轨迹。虽然只是冰山一角，但道运浑然天成。看来我这死劫马上要过了。另一边，柳长老正指导弟子们练剑。这些铁片子吵死了，跟下篇蚊子似的。就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，演武场上数百名弟子手中的长剑，仿佛听到了君王的号令，同时发出清越的嗡鸣，剑身剧烈震颤，齐齐指向林缺的方向，仿佛在朝拜。控制不住了，自己在冲！怎么回事？一言出尔万剑英，祖师爷显灵啊！物有灵，剑亦有魂，这才是剑修应该追求的境界啊！所有剑修弟子看向林缺的眼神充满了无尽的狂热。师尊并非不识剑，而是早已超脱了剑的形态，在他眼中，万物皆可为剑，甚至连言语亦是剑。这扫帚，恐怕才是世间最可怕的剑。林缺扫完地，习惯性的走到镇魔石旁休息。他掏出一个果子吃起来，果核随口吐在了镇魔石脚下。唉，还是你这儿舒服，又凉快又安静，比那些吵吵闹闹的强多了。无人察觉，那果核在砸中镇魔石的基底时，镇魔石内部沉积了千年的混乱灵气被瞬间引动、梳理、转化，黝黑的石面上开始浮现出细密繁复的金色纹路。正巧此时苏燕和路过，看到镇魔石的变化，整个人为之一顿。道纹，天然道纹，镇魔石变成悟道石了。消息像风一样传遍全宗，很快，镇魔石前围满了激动的弟子和长老，每个人都试图从那些天然道纹中领悟一丝大道真意，而林缺还是没地方休息了。唉。诸位都知道了吧？万剑朝宗，点石成道，这一绝非高人二字可以形容。宗主，林前辈或许真是上古大能转世，甚至是天道化身。他的所有举动，皆在补全我等残缺的传承，重塑此界法则。我们必须更加谨慎，倾尽全宗之力，满足前辈一切需求。这些事，恐怕林前辈眼里都不值一谈。今日林前辈还在扫地，他想扫就让他扫，全宗的地都留给他扫。或许这正是我们的机缘，以诚待之，静观其变。师尊他自有其深意。清雪所言极是。林前辈既然将上古秘境令牌给了我们，那自当不顾傅前辈期待，即刻请你定人选，定补傅前辈期待。唉，今天大家看我的眼神更奇怪了。本尊晒太阳的地方人也越来越多，看本尊跟看珍稀动物一样，不就是扫了个地，说了两句话吗？休闲的人真难懂。他手中的扫帚在月光下似乎泛起了一丝极其微弱的光芒。唉，算了，不想了，本尊还得扫地呢。希望明天镇魔石那边少2个人，本尊还想补充维生素 D 呢。诸位，让我们共同举杯，敬我们青云宗的擎天博玉柱、架海紫金梁行走的祥瑞林缺前辈。
感谢林前辈给我宗带来的无限荣光。林缺一直尝试着把脖子上的花环取下来，但刚有动作就被周围热情的目光逼停。这玩意儿带着怎么跟奥运会得了冠军似的？这一句话正好被张大放听到。大家听到了没？冠军为3军之帅，林前辈一定是在暗示我们，他要率领我们青云宗横扫六合，走上无上辉煌。前辈用心良苦。本尊真不是这个意思。前辈，我敬您，我一定向您学习，从好好扫地做起。好好扫，争取年底评上先进卫生个人。酒过3巡，气氛更加热烈。苏彦和示意大家安静。诸位，为庆祝林前辈凯旋，经大家商讨，启动宗门形象提升计划。现在揭晓第1项成果。居然是一个用灵石雕刻的林缺等身雕像，手上还举着一把金光闪闪的扫帚。这是林师兄。苏燕和话音刚落，林缺瞬间醒酒。这是啥？太羞耻了！这雕像谁劈的？赶紧拆了！大家看，前辈用最朴素的行为告诉我们，修行之人不应注重外在浮华，要追求内在的强大。这朴素的价值观值得我们学习一辈子。开心就好。就在林缺生无可恋之时，他随身携带的扫帚开始闪光。啊？你喜欢？你还真喜欢啊！林前辈，晚辈斗胆请教，您那柄扫帚究竟是何等神器？这个，本尊也不知道，他就是本尊在柴房找来的以前的。怕是前辈以自身道云日夜浸染，才将普通扫帚炼化为无上神器。本尊真的没有炼化它，前辈谦逊了，器物随主，灵性自生，请受晚辈一拜。别这样，本尊真的。唉，本尊得找个地方躲起来，这些人太可怕了。我终于找到您了，前辈，整个宗门都在找您呢，说要学习您朴实的作风。哎，不去，跟他们说本宗闭关了。前辈，您怎么躲在这里？后山多冷清啊！唉，本尊只是想静静。哎，我懂了，前辈这是要效仿先贤，在林中感受无上大道。前辈您放心，我这就去告诉所有人远离后山，以免打扰您感悟。胖子你别乱说。本尊真是彻底洗不清了，都怪你，非得闪什么光？本来他们就不太正常，现在比本尊还像精神病。啊，对了，本尊换把扫帚不就行了？你真的成精了？能听懂人话，再亮一个。今天啊，一定是本尊出幻觉了。前辈闭关之初金光冲天，必是有所感悟，引发天地异象。林缺为了躲避众人多日没出现，众人正在讨论原因。自庆宫宴之后，林前辈就不知所踪。宗主莫急，师尊可能寻了个洞府闭关悟道了。就在这时，后山方向突然爆发出一道冲天光柱，这股灵气波动精纯磅礴，莫不是太上长老出关了？不对，如此异象，莫非是前辈突破了？以前辈的修为，那岂不是要飞升了？快，随我去后山，恭贺前辈出山！恭贺前辈得证无上大道！正在研究扫帚的林缺吓了一跳，啥玩意儿？怎么就突破了？前辈您别谦虚了，刚才那道金光直冲霄汉，我们都看见了。林缺委屈地抱紧扫帚，小声嘀咕：“那不是本尊弄的，是这扫帚突然抽风自己发光的。”原来如此，是神器在吸收天地灵气，帮助前辈巩固无上道基。
寻常法宝岂有这般灵性？只有与主人心意相通、历经大道洗礼的无上神器，才能自行引动如此浩大的天地异象。苏清雪仔细观察着扫帚，这柄扫帚似乎比之前看起来更加普通了。扫帚看起来灰扑扑的，上面的稻草都有些枯黄。这就是真正的无上神器，表面是平凡无奇，内里蕴含的威能与运道更是恐怖。我本来以为是张大胖的问题，结果你们的脑补能力都能跟张大胖一决雌雄。怪不得在一个宗门呢。你们说啥是啥，本尊真的累了。前辈为控制神器，定是消耗过巨。快去丹房拿最好的养神丹。依我看，倒不如给师尊准备上等灵石。林缺眼睛一亮，给了苏清雪一个我看好你的眼神。灵石管饱吗？倒是我疏忽了，前辈放心，宗门库房的灵石全给您搬来。走，干饭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。这么多好吃的，本尊都可以吃吗？前辈，这些皆是宗门上下为您准备的灵石，请您务必笑纳。好吃，我果然没看错你们。是因为我等准备的灵石太过普通，只能靠量取胜。一定是。前辈平日吃的都是仙界珍馐。委屈前辈了。不对，前辈这是以身作则，教导我们知足常乐，感恩当下。可是师尊看起来真的很饿，从仙盟大会回来就没正经吃过几顿饱饭的样子。清雪，你只看到了表象，前辈正是用这种质朴的方式体验凡尘烟火，感悟重生百味，此乃红尘炼心啊！不愧是灵石，比食堂的大锅饭好吃多了。哇，好吃！本尊要把这些都打包。前辈要打包？莫非前辈是要将这些灵石带回洞府，以特殊法门吸收？本尊就是想存点粮食。就在这时，柳长老端上盖着盖子的玉盘。自上自庆功宴，我们等发现前辈喜食，此乃为您特制的横扫八荒、幻宇无敌至尊宝膏，请前辈品尝。什么膏？林缺看着蛋糕上那个歪歪扭扭的字迹，沉默了3秒。本尊是贤党，能直接吃鸡腿吗？当然，前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只是这至尊宝膏凝聚了全宗门心意，前辈不妨尝尝。林缺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艰难同意。好吧，甜了。前辈说，人生不可过于沉溺甜腻，需保持清醒。断子蕴含无尽大量治理。你们开心就好。林缺彻底放弃治疗，转头对苏清雪用2个人能听到的音量说：“清雪，还有鸡腿吗？给为师拿2个，咱们打包回屋吃。”是，师尊。10日后，林前辈作为领队，带领我青云宗弟子进入秘境。林缺背着扫帚，手里拎着个大包袱，里面塞满了吃的。这才够本尊吃3天的。前辈，我这里还有10只烤鸭。师尊，秘境里灵气充沛，您可以皮顾的。那多没意思！修仙就是要享受人生，吃不好睡不好，还修什么仙？这是什么打扮？去秘境寻宝还是去野炊？赵天昊还想嘲讽，但看到林缺瞥向他时那一刻，恐惧涌上心头。说啊，你怎么不说了？欺软怕硬是吧？小心林前辈废了你！遗迹只有令牌者可入，你们不会是想跟着我们混进来吧？我金阳宗自是有令牌，上古遗迹乃无主之物，有缘者得之。敌我2宗不如各凭本事，如何？好，那就看看谁的本事大。在旁边听到这段对话，林缺有点压不住他的脾气了。这群人好烦啊！诸位，上古秘境凶险万分，进入后各凭本事。若遇危险，捏碎玉符便可传送出来。但记住，只有1次机会。秘境开启为期7日，7日后石门自动关闭，届时所有人都会被传送出来。前辈，我来帮您拿东西。不用，本尊自己来。师尊，秘境里可能会遇到上古妖兽和机关陷阱，还请小心。放心吧，
本尊天下无敌。此门需破解阵法方可入内，是考验。应是上古大能留下的试炼。我研习阵法多年，却看不透此阵玄机。这些符文似乎在不断变化，变化无常，难怪难破。这什么破阵法？怎么进个门还这么麻烦？哎，这个图案怎么跟王大爷下棋的棋盘一样？师尊，您看出玄机了？没有，本尊就是觉得这图案眼熟。大爷每次都这么做，选这个位置，在这个。随着林缺的动作，光幕上的符文开始有规律的移动起来。这符文动了，林前辈找到破解之法了。林缺最后一扫帚点下，光幕应声而碎，化作点点星光消散，石门大开。前辈神威，一眼看穿上古阵法玄机。果然，在师尊眼中，这等阵法不过儿戏。挺久没下棋了，还挺有意思的。这里面不会有什么机关陷阱吧？上古遗迹必有凶险，大家小心为上。刚走没多久，几人就来到了一条岔路口面前。3条路，该走哪条？左边通道有火灵气波动，中间是水灵气，右边是木灵气。师尊，您看我们该走哪条？是右边那条吧？木灵气应该有树吧？有树就有果子，这次也饿不死。我懂了，前辈是说要选择木灵气通道，木生万物必有灵果。前辈这是在暗示我们以补充灵力为先。大胖说的有理，而且木属性温和，相对安全。通道越走越宽敞，两侧开始出现各种灵草灵花。这么多灵草，发财了！哇！众人刚要采摘，突然灵草动了起来，化作一个个植物妖兽，张牙舞爪的扑来。小心，是守护灵兽！战斗就交给清雪了。哎，这花长得挺好看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吃。小花被戳了几下，瞬间枯萎，凝聚成一颗果实。哎，真有吃的！就在此时，所有的草药突然停止攻击，刷刷的跪倒在地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师尊吃下的，恐怕是此地的木灵之王。那些草妖感受到了王的气息，自然不敢再放肆。每次吃东西都有点好事，难道本尊其实是极品范灵根？那座石殿里肯定有重宝。林缺也发现了那座石殿。本尊觉得那座房子里面肯定有好东西。赵天昊发现了林缺等人，连连冷笑：“哼，又是你们！这话得我说吧？那个金灿灿的小子。”你！赵天昊深吸一口气，压下怒火。这样吧，这悬崖这么宽，不如我们比试一下，看谁能先过去。比就比，本尊怕你。本尊可是剑帝灵啸，飞天蹲地，无所不能。师尊这是要展示真正的实力了吗？哦，那你先来，连剑都没有，我看你怎么过去。好高啊！看样子要祭出我的法宝了。傻了吧？爷这是哈利 X 特同款飞天扫帚。怎么推不开？师尊，门上有阵法禁制，这应该需要特定的钥匙才能打开。林缺他低头看看手里的扫帚，哎，好像差不多大小。师尊不可，这阵法若是触发，话音，轰隆一声巨响，石门上的符文全部亮起，大门打开。
这怎么可能？嘿，还真开了！前辈，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开天神器？师尊将凡物祭炼成神兵，以扫帚之形掩其锋芒，此等手段骇人听闻。走吧走吧，看看里面有啥好东西。就这么让他们进去拿走所有宝物吗？少主，那林缺深不可测，咱们暂且观望。哼，我就不信他真有那么厉害。众人进入一座恢宏的大殿，大殿中央漂浮着数十个光团，每个光团中都包裹着不同的宝物、法器、丹药、功法玉简。这么多宝贝，发达了！就在此时，赵天昊带人走了进来。你们这些小人，一直跟着我们！此言差矣，遗迹宝物有缘者得知。赵天昊话大殿中央突然传来一声轰鸣：欲得宝物，先过试炼，答对3问，方可取宝。还有试炼？什么破规矩？第1问，何为修仙之本？应该是林前辈那样悟道。当然是资质。我认为是坚韧的道心。接分。教教，答错了会怎样？答错3次，将被驱逐出遗迹，永不得入。什么破试炼？修仙之本，本尊觉得是吃饱饭，不吃饱饭怎么修仙？答对，石器，到此乃天地根本。前辈说的是对的。食气养身，身为道基，让师尊将修仙本质归于最本源的生存需求，这才是大道至简。狗屎运而已。第2问，何为剑道真意？众人再次集体进入沉思模式。剑道之意，当是杀伐果断。他话音刚落，大殿角落阴影一阵凝聚成一个手持巨斧的虚影怪物。怪物朝着主冲来。教主，慎言啊！一定是快转！又一处墙壁渗出黑气，化作一个速度极快的残影，加入混战。我认为是人剑合一，心神与剑共鸣，方能发挥极致。第3只怪物出现，他将一把剑瞄准。击飞正气，3只怪物在大殿里横冲直撞，众人狼狈夺胜。这题超纲了，前辈救命啊！这破地方出的什么鬼题？剑是用来砍人的吗？林冲完全没理，拿着扫帚进入了沉浸式中2模式。见者心之所向，剑之所指。林缺一个咸鱼之子，残影倒地。本尊的志向就是荡平世间不平事。林缺又一个托马斯回旋，虚影倒地。当尽天下污浊，还我朗朗乾坤。本尊之剑，正义之扫，净化之扫，天下污秽皆为一扫而空。声音先是沉寂，随即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震撼与激动。剑之真意，非为杀戮，非为胜负，乃为守护与净化。答对。大殿静，怪物消失。张大胖一个滑跪，抱住林缺的大腿。前辈，您果然是万古无一、深藏不露的剑帝呀！扫除污秽，方见清净，这才是剑道的至高境界。刚刚狼狈躲开怪物攻击的赵天昊看到这一幕，气得脸色铁青。随便胡说八道都能蒙对。少主，这好像不是蒙的，您看他那扫帚挥的，好像真有点道理。放屁，他走了狗屎运而已。闭嘴！金光缓缓收敛，大殿恢复平静。林缺对自己做了什么毫无自觉。不愧是本尊，果然是修仙界最帅的。第3问，何为天地至理？这个问题太过宏大，没人敢轻易作答。此问太过深奥，我们连自己的道都还没悟出来，这种问题恐怕野林前辈能答了。话音刚落，众人即刷刷看向林缺。本尊觉得天地至理就是困了就睡，饿了就吃，扫地换零食。什么狗屁答案！然而大殿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困自喜，则喜，此乃天地至理，不逆自然。3问皆对，试炼通过，如已悟大道本源，此皆该归主所有。前辈太厉害了！最简单的回答，却恰恰蕴含最深奥的真理。师尊是想说，修仙莫要被凡夫表象迷惑，最直接的渴望该回归最初。这不可能，这算什么狗屁答案？这一季怕不是睡着了在说梦话。什么情况？这年头打个随堂测验，奖品都这么丰厚的吗？就在林缺琢磨着原因，一个石台缓缓升起，上面放着一把古朴的长剑。此剑乃凌霄，曾陪本座涤荡群魔，如今沉积万载，今日终遇有缘之人，便赠于你，望你不负此剑锋芒。谢谢。等等，你别直接飞过来啊！交通基本法懂不懂？无桥罗剑属于危险品空运，要戳到人咋办？凌霄剑似乎听懂了林缺的抱怨，在空中硬生生刹住车，自觉地降低高度，悬浮在扫帚斜下方。凌霄竟甘愿屈居其下，此物究竟为？那是前辈的本命仙器扫天肘。扫天肘，返璞归真，大道至简。原来如此。
不是，我怎么不知道这破扫帚叫这个名？声音带着释然，彻底消散。赵天昊眼睛死死盯着凌霄剑，贪婪几乎化为实质。我们走。我就信了，这么大的遗迹就没有其他宝物了。前辈，这些宝物，本尊现在出门得一手一个了，剩下的你们看着分吧。前辈，您真是太仁慈了。哎，就不能给点能直接塞嘴里的？为什么每次都是这种不能吃、不能喝，还占地方的铁疙瘩和亮片片？心好累，感觉不会再爱了。是极品筑基丹，胖爷我卡在炼气大元满3年了，终于看到希望了！前辈万岁！旋风剑诀发了，这次真的发了！多谢师尊，我青灵宗此次……苏清雪话音未落，大殿突然剧烈震动。不好，地面在裂开。这是触发关底 BOSS 了，这流程不对吧？宝箱都拿完了再打 BOSS。隐藏官，那位送剑的前辈不是说试炼结束了，这咋还带偷袭的？黑洞中传来阵阵阴冷气息，伴随着若有若无的呢喃声。什么声音？这时殿下方恐怕镇压着什么邪物。什么玩意儿？修仙界触手怪！救命！师姐，林前辈，救救我！我不想死啊！这不是实体，是某种怨念。怎么办？前辈！救命啊！林缺看向黑洞，看着就倒胃口。别本尊，散了吧。几乎就在林缺话音落下的同时，一直乖乖悬浮在他身边的凌霄剑金光大盛，主动冲着漫天触手。凌霄，你究竟是谁？不愧是师尊，一指驱怨灵。不是，你先等等，我剑呢？黑洞并未因凌霄剑的闯入而闭合。你破了外境最脆弱的怨念。好让本座重见光明。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怖吸力猛地从黑洞深处爆发。不好，这是空间牵引。林缺站在原地，看着接连被吸走的众人，叹了口气。看来这隐藏关卡是强制进入的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好重的腥臭味，这些符文是邪修的禁术。终于又有新鲜的养料送上门来。你是此方大能？我当然不是，这老头到死也没想到吧？我突破了封印，只要通过试炼的人都会成为我复活的养料。邪魔！笑话，正道邪道不过是强者书写的规则罢了。越挣扎，气息越旺盛。真脏，本尊最讨厌脏兮兮的地方。这是何等力量？你到底是谁？尊乃万古第一剑帝，区区邪修也敢在本尊面前放肆？不可能！剑帝早已逝去万年。本尊不死，剑道永存。扫帚上爆发出冲天剑意，血魔在剑意中身形溃散，整个大厅恢复平静。前辈太强了，一扫就把邪修灭了。不愧是师尊，那一扫蕴含的剑意恐怖如斯。快走吧，本尊觉得这里好脏。众人左寻右找都没发现什么出入。我有办法。莫不是师尊也精通奇门遁甲？你看着吧。我们走。师尊，您别逗我了，这不好笑。中国古人在这儿。众人通过血池入口进入更深处的通道，通道两侧雕刻着古老的壁画，描绘着上古剑修的修炼场景。这些壁画记载的是上古剑道传承，这恐怕才是一剑真正的主人，是位剑道大能。那前辈肯定对这里很熟悉，毕竟前辈也是剑帝嘛。师尊是感应到了什么吗？本尊感觉出口应该就在这里。太好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几人走到通道尽头，豁然开朗。好漂亮的剑桥！不是说好跟着我吗？啊，凌霄，本尊允许你跑吗？长剑爆发出强烈而恐怖的剑意。这是凌霄，他是过来找他的剑桥的吗？师尊，小心，剑灵正在跟您对抗。尊手里就
是本尊的。长剑剧烈颤抖，仿佛在挣扎，但下一秒，剑身突然安静下来，剑瞬间收敛。前辈驯服了气灵，一瞬间就让法宝认主了。这次是彻底驯服了吧？本尊御剑不用去扫帚了。就在此时，石室深处传来一个虚弱的声音。能驯服凌霄剑者，必是剑道天才。什么人？你是何人？老夫乃此地遗迹主人剑尊陈玄机。啊，您是逍遥剑尊陈玄机，凌霄是您的剑。啊，到了我手里的就是我的，老头你别不讲武德。你能驯服凌霄剑，必是剑道奇才。老夫有一事相求。什么事？不抢剑就行。若你愿意，本尊的剑道由你继承，还有数不清的财宝。陈剑尊要临前辈拜师，本尊不拜，受人永不为奴。老夫愿以全部遗产作为礼。既然这样，那件你也拿回去吧。也罢了，既然已经通过试炼，那就是你的了。本尊的遗产就在这石室中，全部赠与林小友了。那是剑尊的遗产。强火执念已散，维持此处遗迹存在的最后力量消失了，这条小平要撑不住了。快撤，先出去再说。收获太大了，咱们青云宗要发了。而青云宗众人正在清点人数和收获，庆幸全员平安的时候，一切未来之下，就此身死。距离遗迹崩塌已过去7日，青云宗彻底扬名，唯有林缺觉得格外吵闹。排好队，先测灵根。师兄，我其实就是想看看林前辈扫地。什么？你说只是来看林前辈扫地的？来人，把他插出去！是。我自己走，可恶，人怎么这么多？如今连个晒太阳地儿都没了。快看，是林前辈！前辈等等，我们有事要向你讨教。我不甘心。别好我，为父亲要为你报仇雪恨。梁颖与王景对视一眼，假意悲戚，实则暗喜。少主天纵之资，纯良仁厚，定是那青云宗际遇。少主所得宝物，所使那些修林缺下毒手，此仇不共戴天。那林缺在仙盟大会就屡次羞辱少主，定是早有预谋。青云宗包藏祸心，必须连根拔起。即日起，金阳宗进入战备，所有交好宗门揭露青云宗与邪修林缺的罪行，本座要他们血债血偿。听说了吗？青云宗那个扫地前辈是上古剑灵转世。你那套什么剑灵转世界全是瞎扯，我可有真消息。我二舅的邻居的道里的师兄是青云宗的内门弟子，人家亲口说了林前辈的真实身份，正是3000年前飞升的逍遥剑尊。林缺的形象在口口相传中愈发被神化，但这并不妨碍金阳宗将邪修杀人夺宝的版本发到金阳宗官方通告上。以往这个时候报名处门槛都能被踏破，今年来的全是被青云宗刷下来的。长此以往，我烈焰宗颜面何存？宗主息怒，此消彼长。青云宗确实碍眼，
不过眼下倒有个现成的机会送上门。晋阳宗赵烈死了儿子，正四处拉人跟他一起去除魔卫道。他开出的条件很是丰厚。事成之后，青云宗的地盘、资源、弟子，晋阳宗只要手刃仇敌，其他都好商量。那林缺行事古怪，苏颜和包庇纵容，说他们是邪魔外道，也不算全然冤枉。回复赵烈，烈焰宗愿出一份绵薄之力。不过，残利品分配的先谈清楚。那条水属性灵脉与我宗功法有点冲，得用别的补偿。那林缺手持妖肘，行事癫狂，蛊惑人心。那苏颜和身为宗主，是非不分，包庇祸首，此等行径与魔道合一。铲除邪魔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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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统计超过800修士，预计明日午时抵达山门。护山大阵青云覆天阵已全力开启，但对方若不计代价强攻，阵法最多支撑2日。对方人数10倍于我，正面硬汉绝非上策。当一托大阵，消耗其锐气，伺机而动。是否请示林前辈？纵使前辈早已洞悉一切，我等也不能过于依赖。传令下去，进入战备。自己术也调得厉害，扫都扫不完。林缺打了个哈欠，决定趁下午人少去这魔石那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蹭个角落打个盹，全然不知自己已成为一场大战的焦点，以及对方是要铲除的邪魔。苏颜和，交出邪修林缺，否则今日便是你宗门覆灭之时。赵宗主，令郎之事纯属意外，我宗可请仙盟共同调查。而残魂那还要在耳畔，今日唯有血战血场。林缺受死，踏平青云！林缺受死，踏平青云！哎，谁呀？大中午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我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打扰本尊清静。饶头，你终于敢露面了，还我儿命来！你儿谁呀？大中午的声音小点行不行？没有公德心。前辈根本不屑于辩解，花钱。你害得我儿魂飞魄散，还敢如此猖狂！那个成天穿的跟金元宝似的傻缺，不是我说，自己孩子看不好来找本尊干嘛呢？本尊又不是他亲爹。气杀我也！牙尖嘴利的魔头，今日你巧舌如簧，也休想逃脱！诸位道友，随我铲除此僚，攻破青云宗！哎，说不通那就赶快吧。你们是一个一个来，还是一起上？早已按捺不住烈野花挺好看啊！扫帚引动起来，形成一道撞向血液。火云子，你是对面派来的卧底吧？火云子呆滞地看着自己退散的火龙和狼狈的盟友。你别瞎说，是那小子使妖法，蛮力无用，尝尝我古千幻毒阵。一片凄惨一雾弥漫开来，林缺捂住鼻子连连后退。有没有公德心？化学制品污染环境啊！林缺退后时，恰好踩中一块死皮。化学性炼制的毒障被泉水浇灭了，神乎其技！前辈的踏罡步道，暗合地脉，引动灵泉，以水破毒。乱神曲，尖锐刺耳的气音响起，直攻神魂。林缺把扫帚往地上一落，想主的话语。五音不全是怎么成为幻音格格主的？扫帚突进瞬间，一股奇特的震动顺着地面扩散，刺耳魔音的音调突然扭曲泡灭。在场所有人蓦地想要抖腿。这调子变了。曲调一转，手指猛地一夹，一根琴弦应声崩开。前辈以大地为旗，以扫帚为止，共鸣天地正气，以声破声，瓦解敌人是气宇无形。几轮攻击下，
武宗联军心态逐渐不一，联盟中的4人暗中传音，交流起来。这林缺深不可测，他每一步都好算计好了，为了给资源，得罪这种存在，赵烈是不是坑我？联军士气阵型开始松动，赵烈眼看盟友回来，急怒攻下，彻底疯狂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本座亲自动手，金阳秘法燃烧精元。林缺把扫帚对着赵烈轻轻一扫，所有武宗联军的修士都往后退了一步，只有赵烈突然只剩一口气。真不禁瞎，大家可都看见了，我可没碰着他。误会，全是误会。我等是被赵烈这厮蒙蔽了。是啊是啊，我等是来劝架的，没想到赵宗主如此偏激，唉，真让人失望透顶。灵犀鼓鼓煮肉疼的拿出几个玉瓶，此乃我骨疗伤圣药，给贵宗受伤弟子压压惊，聊表歉意。一点心意，不成敬意。告辞。话音未落，四宗人马架起昏迷的赵烈和金阳宗残部，化作道道轮光，以比来10倍10倍的速度消失在天际，血山皆碎。机器短暂的集结后，青云宗爆发出震天的火雨。前辈一挑5，太厉害了！庆功宴必须大办。还得多谢林前辈。这就都跑了？刚才喊打喊杀的都是雷声大雨点小，跑了也好，最起码清静了。耽误这么久，食堂该开饭了吧？不知道今天有没有鸡腿，总算能好好吃顿饭了。下午找个没人地方，好好补个5绝。前辈等等我，鸡腿我帮你抢。近日，东域边境3处灵脉节点接连遭袭，现场止于浓郁魔气与惨烈的战斗痕迹，恐怕是魔族来袭。更棘手的是，此次出现的魔族颇有章法，疑似有统一指挥，恐有我等未知变故发生。真相须查，魔族须臾。已有灵脉被魔气侵染，即日起组建抗魔联军，各宗精锐3日内集结。至于统帅人选，真人的目光顿了顿，在青云宗水晶面前停留。青云宗林缺道友，手段非凡，可堪大任。3日前，上界仙人观测到魔界与人界的界壁出现裂痕，魔气正在大量泄露。什么？更严重的是，仙盟推测，若不及时遏制，最多半年，魔界就会彻底与人界贯通。亿万魔族将倾巢而出，那岂不是末日之灾？仙盟可有应对之策？仙盟召集各宗精英，组成联军，准备主动进攻魔界。那里可是魔族的领域，灵气稀薄，魔气浓厚，我们的修为会被压制，而且魔族在自己的地盘上战力倍增，这无异于以卵击石。我们去请教前辈。岳长老，事关修仙界存亡，我们不能总是想着师尊能解决一切，我们要有自己的准备。清雪说的对，3日内出征一事，若前辈有心，自会关注；若前辈无意，我们也不强求。今日我青云宗响应仙盟号召，出征魔界，此行凶险万分，我辈兄士责无旁贷。保护人界，诸位虽然前路未知，但我青云宗绝不退缩，愿以性命换人界安宁。愿以性命换人界安宁。苏师姐，你说前辈会出现吗？我相信师尊一定会的。啊，怎么一大早就敲锣打鼓？你们谁背着本尊结婚了？拜见前辈！行了行了，你们这是要干嘛？魔界异变，界壁裂开，仙盟召集各宗精英，准备主动进攻魔界。不去！没想到平时一向懒散的林缺会答应的这么顺利。作为剑帝，就该维护此界和平。他是我青云宗之福，更是人界之福。有前辈同行，此战必胜！此战必胜！诸宗齐聚，共赴魔界，此战只许胜，不败，不悔，不败，不悔，不败，不悔。据报，魔族在黑风古部下九幽魔杀阵，此阵能吸收战场死气，强化魔物，颇为棘手。杀阵肯定杀气重，容易生虫子，得多通风，勤打扫。破阵关键
在于净化与督导，以清净之法破之。那自然，不干净的地方自然要先收拾干净。派出精通阵法与净化术的小队，成功延缓了魔阵成型速度。根据内线情报，联军统帅林缺每日行事固定，只顾吃饭、睡觉、扫地。这些人都越活越回去了，竟然找这么一人指挥。那就派精锐刺客，趁其小气或夜泄时一击必杀。此人行为过于规律，反倒可疑。且联军近日战术微调，开始针对性的干扰我九幽魔杀阵节点，事有所察。恐是诱敌深入之策。此子狡诈，最善伪装。既如此，我们便反其道而行之。派遣小蛊魔化虫群，污染其大帐附近水源，乱其心境。好，钝刀子割肉，慢慢折磨，看他能装到几时。我们还可散布谣言，说林缺与魔族有旧，其功法源于魔道，故而对魔族手段熟悉，方能克制，动摇其联军内部威信。明面滋扰，暗地中伤，待其心神不宁，威信受损，联军生意之时，便是我等雷霆一击之际。魔族的计划并未成功，最终还是采取暗杀行动夜袭大营。这群影魔从地底阴影中接近林缺营帐，可惜不凑巧，今日林缺晚上有些失眠。修仙界星星倒是挺亮，就是晚上有点凉，明天得加床被子。此次是不应该在睡觉。凌霄剑发出嗡嗡声，似乎在回答。触发警戒了！呵！凌霄剑嗡嗡一响，将影魔一箭穿心，传讯符调动。联军里果然有人与魔族同流合污。经这么一闹，林缺总算有了点困意。行了，都去睡吧，不必忧心，本尊有一个解决一个。经过多人探查，联军成功锁定掌握金阳宗通敌证据，由林缺带队专门负责寻找并破坏九幽魔煞阵的辅助节点。阴骨划破手臂，催动秘法，战场上空一道巨大的魔神缓缓浮现。蝼蚁死！这一击直接锁定了林缺，联军众人心提到嗓子眼。尔等邪魔都一个学校毕业的，看招！那道恐怖的毁灭魔光竟被扫帚扫偏了方向，而魔神被凌霄剑击中，发出无声的咆哮，迅速淡化消散。撤退，此人不可敌。此次虽胜，但魔气根源未除，且据金阳宗交代，此次入侵仅是试探，魔界深处事有异动，恐有更大规模的侵袭。松泉真人与联盟军高层对视，一个大胆的计划成型。林道友，若是老夫开启一处魔界界隙，不知可否屈尊为天下修士探查魔界根源？作为剑帝，本尊当然要以身作则。准了。林缺扛着扫帚，溜溜达达走进了界隙。那朵蘑菇长得挺肥。林缺采摘了一些看起来干净的食材，预备尝鲜。在此过程中，难免遇到魔界生物，越往深处，遇到的魔族越强，但无一例外，都被林缺随手解决。这到底是什么破地方？吃的没有多少，多的都是些奇形怪状的东西。林缺停下脚步，双手握住扫帚柄，朝着斜眼中心用力的来回的扫了几下，扫帚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清辉，以林缺为中心，向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去。天空中的斜眼发出凄厉尖笑，风碎消散，涌来的魔影消融殆尽。这还差不多，非得逼本尊动手大扫除。师尊，你回来了！苏清雪按耐不住问：“师尊，那魔气的源头？”前辈这么淡定，肯定是都解决了。联军连忙派出神识探查，早已发现魔气稀薄了大半。林道友，不，林前辈把魔族老家给断了。不要说的这么难听，本尊又不是嗜杀之人，只是帮他们打扫卫生。师尊姑深入魔界，扫帚清辉尽乾坤，断魔根源安天下。决战1月后，
修仙界势力版图悄然巨变，金阳宗迅速瓦解，附属宗门脱离被青云宗接管，烈焰宗等损失不小。战后忙于舔舐伤口，收敛锋芒，对周边影响力大减。数十个宗门开始向青云方向靠。号外！修仙界格局大地震，金阳宗除名，5宗执府，新兴霸主竟是不起眼的青云宗。一切的背后，究竟是人性的扭曲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只需30灵石就能知道真相。青云宗热闹非凡，不过这次来的不是求师的年轻人，而是一对对神情恭敬的修士。明日不接待访客，各位请回吧。求见林前辈，求见林前辈，前辈没空。先生百年玉髓，方左边登记处，想跟林前辈联姻。嘿，长得丑，想得美，保安，把这些人查出去。山门内高处，柳长老和几位外室长老看着门外盛况。这个月收到上品灵石8000枚，各色材料堆积如山，库房扩建3次还是不够用。满则溢，月盈则亏。前辈虽不在意，但我等需把握好分寸。一富者可收，但需订立规矩，考察心性。厚礼可纳，但需记录在案，酌情回馈。至于求见前辈，一律婉拒。灵气循环效率加21，异常净化率加32，因果扰动。又跳了0.3个点，标记一下，按一等异动按归档。季度总结10题1笔就行。一个跟在明镜后面的仙力熟练地操纵着小光瓶，看样子又是下界哪个隐修老怪突破了，或者得了什么上古遗泽，闹出点动静，应该是常规波动。正常。下界生灵异兆，总有几个气运之子。等等，明镜皱起眉头，调出该光点详细数据面板，一道电子音响起。魔气综合浓度持续暴跌中，深渊核心回响信号丢失。明镜猛地回过神，意识到这可能不是系统 bug， 他的脸色带上了惶恐。启动最高级验证，中将3级平衡要出大事了。仙庭宝殿内朝会刚散，观天阁的紧急奏报以最快速度层层上达。陛下，观天阁10万火急，监测到下界魔道负面现象。先帝古井无波的眼眸骤然睁开。查，此等扰动万界平衡常数之存在，绝不可入明。林缺，哎呀，昨晚那风跟抽了似的，呼呼响了一夜。这树叶子也飘得到处都是，竟给本尊找活。前辈，根据我连夜查阅古籍，那绝非普通的风，那是天地灵气，感应到您睡梦中的剑气而引发的共鸣。胖啊，你要不吃点药吧？你现在看着比本尊还像精神病。就在张大胖准备进一步引经据典时，天空毫无征兆地裂开一道缝隙，有4人乘坐云鲸而下。云鲸进入青云宗领地的瞬间，所有人都感到源自生命层次的恐怖威压，膝盖一软，身不由己地跪倒在地。快，取本尊的流影石来，鉴定一下修仙界热门生物。 4人以居高临下的目光审视下界，准备享受万众跪拜。然而他们第一眼就看到了全场唯一站着的异类。下界修士见仙是不跪。灵觉并未刻意加强威压，但话语自带规则之力，寻常修士闻之便会心神俱震。林缺眨眨眼，丝毫不受影响。你们又是哪个剧团来取景的？仗势小点行不？都吓着孩子了，真拿你们没办法。 至少500点灵力波动，神魂感应如凡人。因我现一片混沌，与此人相关的天气被某种力量遮蔽了。灵觉收起眼神中的轻蔑，缓缓降下高度。如何称呼？是又如何？在前辈面前，照样得可气气。前辈的境界，连上界都要掂量。本尊见地临缺，你们站得如此之高，是对本尊不敬。 林道友，吾等感知下界屡有异象，魔界通道波动，接着向此地方向。道友可知缘由？哦，
黑风谷那边乌烟瘴气的，本尊看不下去，扫了扫。魔界里面太脏乱，顺手打扫了一下。怎么了？给你们上界添麻烦了？林道友，所言之事干系重大，可否详细说说是如何打扫魔界的？从小在家里面扫地嘛，就是脏了扫一扫，乱了理一理，跟扫地一个道理。有什么好详细的？你们到底有啥事儿？林道友，事关三界平衡，先帝关切，吾等需在此界稍作探查，或许还需与道友印证一些事情，打扰之处，还请见谅。哎，行吧行吧，你们自便。不过说好了，别在宗里乱飞，吓到人，别踩坏花花草草。灵觉在上界从业万载，检测剑修无数，第一次见到如此干净到诡异的存在。哦，到底是哪来的怪胎？无杀戮利器，无仁德温养，无锋锐，无守护，甚至无执念。云淼用镜子照向林缺，镜面显示的画面却不是凌厉玄武。怪哉，只能看到他表象。文渊试图追溯林缺的过去，只得到一句不可测，不可算。古迹无在，史册无名，这到底是谁？下界所见，光怪陆离，愿以论道之名，与林道友切磋一二，只论道心，不斗法力。灵觉想以自身仙魂直接逼出其真实底蕴，而林缺正在暗戳戳吐槽仙界 X 光的不方便。照了几次光了还啥也不知道，这界修仙界不行啊！论道论什么？怎么论？麻烦吗？麻烦就算了，本尊还赶着去晒被子。林道友，在你看来何谓剑？他问出此句时，双眸骤然亮起，仙魂之力蕴含其中，直刺林缺识海。林缺被对方看得有点莫名其妙，觉得这人眼睛太亮，晃了晃。剑，扫帚就是剑，剑就是扫帚，拿剑大概也能扫地，反正都是长条条，能挥来挥去。林缺的逻辑自成一派，且完全没感觉到任何仙魂冲击。那大道为何？你们怎么都爱问这种大道理？大道就是今天午饭吃什么，吃饱了睡好了就是大道，不然饿着肚子光论道，早给你饿死了。就是修行，所求为何？在林道友看来，超脱。人生的意义就是去码头整点薯条。你这问题没完没了的，本尊就想安安静静扫个地，吃顿好饭，睡个踏实觉。你们一个个的不是打就是问，超脱，听着就累得慌。胡言乱语，乱我道心。就是逆天而行，夺天地造化，方得长生逍遥。岂是你口中吃饭睡觉可比？此乃蝼蚁之见，燕却不知鸿鹄。鸿鹄就不用吃饭睡觉了。仙道贵生，无量度人，修行乃为普度重生。重生都包括什么？魔族算是吗？包括苍蝇蚊子吗？他们吵我睡觉算不算？你度一个我看看，你自己都度不明白，还度别人？灵觉被林缺的一番话噎得胸闷，此刻试图以正统大义挽回局面。强词夺理，大道争锋，不进则退。如你这般悲蓝，如何应对天地大劫，外魔侵袭？大劫来了就跑呗，跑不掉就躲，躲不掉。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至于外魔，已经被本尊打扫干净了。每一句回应都像一把钝刀子，狠狠扎在林觉心上。灵觉再也承受不住这种认知层面的降维打击，一口鲜血狂喷而出，踉跄欲倒。刚才还觉得有点闷，这老哥一吐血，好像空气还清新了点，怪哉。灵觉勉强稳住身形，擦去嘴边的血，正好目睹了自己的仙缘被林缺吸走的这一幕。他连我的仙缘都能轻易吸纳，还不用炼化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此人太过邪门，灵觉也伤及，根本绝不可耽搁。我等立即回返，将所见所成报先帝。三人不由自主的同时深深看了一眼林缺，随着仙光彻底消失，笼罩青云宗多日的威压骤然消散。这少见来的人真没礼貌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也不打招呼。身子骨也好像不太行啊，说几句话就吐血。本尊还没来得及让他们收拾地板呢。灵觉与目标林缺论道，致使灵觉道心受创，仙缘易散。易散之仙缘被目标无意间吸纳，未观测任何炼化过程。报告的后半部分详细记录了林缺那些
扫地、吃饭、睡觉及大道的言论，以及4名仙士各自的判断。也就是说，你们面对一个下界修士，得出的结论是未知、不可测，并建议观望。你们的办事效率何时变得如此谨慎了？先帝的目光扫过下手跪着的3人，此刻殿内暗流涌动。4大仙使匆匆离去，但他们的代步工具云鲸竟被遗忘，悬浮在青云宗山门外的云海中。林缺溜达到山门外透气，一眼就看到了漂浮在云海里的云鲸。仙界的人也这么不会养宠物。林缺想起自己小时候捡到受伤小鸟，也是细心照顾，从不束缚。饿不饿？拴着肯定没吃好。这个将就一下。云鲸小心翼翼用鼻尖将糕点卷进了嘴里。我就知道你没吃过什么好东西。林缺把剩下的糕点都塞给了云鲸，云鲸化作一片祥云，笼罩在青云宗山门上空。他自愿留下成为这座宗门的守护者，而青云宗上下再次目睹神迹，目瞪口祥云照底，仙灵滋养，此乃无上福缘啊！我青云宗何德何能？外界所有暗中窥探的视线看到这一幕，彻底吓傻了。之前其实不是来问罪，而是来靠山的。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又到了林缺打扫藏经阁的日子。此处收纳着青云宗千百家底，管理长老是个爱书如梦的老师。这地方，书放的也太乱了。每次过来看，都跟被龙卷风袭击过一样，就不能整齐一些？林缺这话纯粹是出于人对整洁的本能偏好，然而他这句话仿佛触动了冥冥中某种有关秩序的规则。第2天，管理长老照例早早来到藏经阁，骇然发现阁内所有书架纤尘不染，光可见人，每个书架都有清晰的光伏标签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在中央主架上赫然摆放着数十本上古典籍。定是林前辈，只有林前辈才有如此于无序中建立无上秩序的通天手段，此恩如同再造宗门传承根基，晚辈代历代祖师，谢过前辈。消息传出，全宗再次轰动，弟子们如潮水般涌入焕然一新的藏经阁，如饥似渴地学习那些失传经典。宗门整体底蕴和功法水平，肉眼可见地提升了一大截。林缺好不容易从藏经阁的热烈感谢中脱身，没走几步，又被闻讯而来的外宗长老堵在了山门外的小路上。晚辈苦修数百载，始终摸不到晋升的门槛，敢问前辈，大道真意究竟在何方？看见那天边那条断了的通天灵梯没？非要问大道，那就去把路扫开呗，多简单的事儿。原来如此，老夫一直以为是自身修为不足，机缘未到，感应不到上界接引，原来是自然威风啊！这位老怪奄奄一息，将一份以魂师担保的上界灵梯封印石中路公之天下，一时激起千层浪。我等苦修万载，以为前路无门，竟是仙界有意封锁。胜在天意，仙庭因下界信仰崩塌，仙庭急需别的力量支撑。飞升之事既已被那变数点破，便无需再遮掩。下界修士罪耳之辈，纵知真相，又能如何？仙庭重建已至关键期，需大量负面能量中和界面排斥反应。魔元内蕴藏的太古魔神怨念，正是最佳燃料。但强行抽取恐银反噬，最好能有人从下界打破封印，我等再于界外收取。不必如此麻烦。林缺此人气息莫测，魔神怨念对特定剑气极为敏感，过些时日必会解封。传令，启动引导程序。谨遵陛下法旨，已制定方案。很好，记住，
原则是引导而非结怨，一切为了修仙界。说的比常还好听，就是想轲去华夫蹭一些便宜吗？这里是一片被遗忘的上古魔神的怨念聚成的怨被封锁于此，已经沉寂了千万年。此刻因上界对能量的抽取，魔渊开始走，锁链开始不断碎裂，终于在冥界里断了。无尽怨念往回离去，开闸的污血从深渊裂开。这就行了吧？魔渊爆发的消息以最快速度传遍天下，无数宗门惊恐闭锁，祈求自保，凡人流离失所，哭嚎震天。然而这一切在先停止时略有波折的数据。魔渊已按计划开启，怨念宣泄顺利，魔物规模符合预期，已不设静元化生池，准备接收能量。注意控制规模，莫要真的毁了下界。另外，重点关注林缺动向。魔元爆发，生灵涂炭，值此存亡之际，我等岂能龟缩自保，坐视苍生沦丧？我剑锋一脉，愿为先锋。同时是那无间魔怨，也让那些污秽之物知晓何谓剑修风骨。宗主，所有库存灵资源悉数调往前线，弟子愿亡者加倍供给。宗门若亡，留着这些死物何用？林缺一手拿着芝麻饼，一手拎着扫帚走进来，先是迷茫地看了看群情激愤的众人，然后目光就被大殿中央那面巨大的水镜吸引了过去。林缺看着这脏乱差到了极致的画面，眉头一点点拧紧，觉得嘴里的芝麻糕都不香了。这卫生状况0分。您可是有退至魔朝妙策，请前辈示下，我等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唉，看着就眼烦心堵，就不能有点公的心吗？不哪来的回哪去，别在这霍霍，看着闹心。但就在他话音刚落，悬浮一旁的凌霄剑骤然发出一支剑，所有阳光毫无阻碍地洒落，照耀在劫后余生呆若木鸡的人们脸上。天晴了，魔潮退了。劲爆！静元化生池能量收集率暴跌，计划出现重大偏差。那林缺以言律干扰了摄怨念的扩散行为。按本地法旨，林缺正是成为我等必须清除的障碍。陛下，是否立刻降下天罚？不可，下界气运已莫名汇聚于他。传讯下界，将封印异常的源头引到林缺身上，让他被自己忽悠的那些愚昧生灵亲手拉下泥潭。本帝或许需要亲自去看看一看，你究竟是什么人啊？没完了！这帮人天天不是来论道，就是想摸我扫帚的。本尊就想睡个囫囵觉，怎么就这么难？师尊，打扰您休息了。近日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流言。流言？金阳宗余党又说本尊是邪修了。比那更甚，传言说此次魔怨爆发，并非偶然，而是因你手中凌霄。虽因您先前威势，无人敢当面质会，但暗流涌动，恐非吉兆。他挺乖的啊，流言随他们说去。不行，师尊不在意，但我这个做徒弟的不能坐视不管。哎呀，贤弟，一天到晚正事不干，就知道搞事情，把下界弄得乌烟瘴气、怨气冲天，是不是欠收拾了？算了，好远，跑一趟怪累的，还得自己带干粮。一个寻常的早晨，青云宗弟子们正在练剑，忽然黑云双对决，眨眼之间惊云数起，恐怖的威压让所有弟子瞬间瘫软在地。青云宗窝藏上古魔剑，私通魔界余孽，意图颠覆三界和谐稳定。今日本地执天律，肃清邪祟，还三界一个朗朗乾坤。谁呀？谁把太阳遮了？没看见本尊正进行光合作用吗？
造型挺别致啊，爪子长得跟800年没剪过指甲似的。美甲行业在你们天界没市场吗？果然有古怪，本地3成功力被一同击破，定是某种极高明的障眼法遮掩了其真实形态。凡俗蝼蚁，休得猖狂！你手中扫帚分明是魔气幻化，真身必是那柄曾让仙神陨落的云血魔剑。交出魔剑，本地或可念图之，饶你全宗不死。先帝陛下，我师尊手中不过是寻常竹之扫帚，何来魔剑？陛下，请您一定要为我们青云宗做主啊！定是宵小之辈编造谎言蒙蔽天听，意图借陛下无上神威之手，行那铲除异己的龌龊勾当。陛下圣明铸诏，切莫中了奸人毒计，让亲者痛，仇者快呀！巧舌如簧，此事本地必将彻查。下界之事，牵扯渐深。试探既无功而返，反惹猜疑。也罢，传旨，本地将亲临下界，届时邀纳青云宗灵缺，上前衣物。旨意化作金光传向下界。先帝眼中闪过一丝暗芒。老臣以为青云宗众人反应，倒不是作为，或许那林缺真就是各得了古怪机缘。自己却懵然不知的幸运儿。幸运儿能让云晶俯首，能让扫帚通灵。若你真是劫数，本帝便在你成事之前将你处理。最终在几人的劝说下，先帝决定特赦林缺来到上界。林道友可还习惯天界膳食？这些可都有着稳固神魂的功效。还行，就是都有点淡。稳固神魂？没感觉。小友果然口味独特。仙宴还在继续，只见2名力士扛着一个沉重的东西来到殿中。此乃诸天星辰盘，内蕴一丝本界星轨本源法则。今日盛会特取出与诸为共赏。众仙神露出渴望的神情，这等能直触世界底层法则的宝物，着实难得一见。林小友，不妨进前一关。行吧，行吧，看看就看看。这玩意儿坏了，闪返吧！住手！在林缺触碰到星盘的一刹那，万物仿佛静止了，无穷无尽的光爆发，无数线条构成了世界的骨架。仙界测试版核心异常接触中演算逻辑冲突。诸天星辰盘竟然对一个人的触碰产生如此剧烈的反应，那瞬间爆发出的本源之光，连先帝都感到心悸。刚才是本尊气太猛地血淌了，眼前怎么花花绿绿的？你看到了什么？不行，不能说真话。看他们这个样子，保不准有什么问题。就看到光啊，这盘子质量不太行啊，是不是该返场检修了？此话刚落，先帝强行压下心中滔天巨浪，死死盯着林缺，试图从他脸上找出一丝伪装的痕迹。此宝运转无碍，许是小友体质特殊，引动了些许星辰本源之气。行吧，你说无碍就无碍。那什么，我有点头晕，可能是刚才光黄的，能提前退席吗？我得回去睡会儿。先帝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声音平稳。小友既然不是，自当休息。来人，送林小友回青云宗驻地。啊，不用那么麻烦，我知道怎么走。哎，以后这种饭局还是能推就推，不仅吃不饱，还容易产生幻觉。不过刚才那种感觉好奇怪，好像一下子明白了什么，又好像什么都没明白。算了，不想了，头疼，还是睡觉实在。
你谁呀你？检测到异常个体，林觉突破管理单元先帝最高防御阈值，启动直接对话协议。吾乃本界天道管理系统。你好，林缺。有实力，触感不像梦里的，所以你是这个世界的管理员。正确。先帝给本管理系统于仙界层面设置的秩序维护终端，汝破坏了他的管理系统。怪不得仙庭整一个赛博修仙风格，飞升就是上岸管理员呗。本界基础运行逻辑为稳定世界平衡，故设万界平衡器。林缺是高维世界异常数据，正在导致本世界运行逻辑崩溃。所以那些修士上不去，魔灾老师来都是你安排的，我也是你抓来的。此为最优运行方案。汝之下界所谓生灵涂炭，于整体系统而言，属必要代谢过程。无收集能量时，勿将汝带入。为保证世界运行不被汝的思想污染，吾曾赋予你一定的世界更改代码。林缺看了看他的扫帚。鉴于汝已干扰现任管理员，导致其报废，现提出解决方案。方案 A： 回归世界重启至汝出现前状态，送汝回归。光球见林缺不说话，又弹出另一个方案。方案 B： 同化汝之高维特性可与本系统兼容。若汝同意，汝将为新任先帝。唯一要求，帮助本系统让世界恢复稳定。林缺儿时抬头，仿佛看到了青云宗的山门，正在努力修炼的苏清雪，咋咋呼呼的张大炮，看到了被净化后生出新芽的土地，那些因为他一言而幸存的凡人。选择超时，将默认执行方案 B。林缺突然开口：“你好像不希望我回去。汝的到来本就是意外，再送你回去将耗费无大部分能量。那我拒绝。”光球的光芒闪了闪，好像在表达疑惑。逻辑冲突，方案 B 提供永恒权柄与最高管理权限，汝不仅可以成为燕帝，更可以成为先帝。听着就累我。本尊这么多年就扫地坚持了下来。那汝是选择方案 A 了。你看我在下界扫干净的地方，魔物没了，草啊花啊又能长了，那些活下来的人又能看见明天的太阳。你管这叫需要被格式化的东西？林缺的目光似乎让光球波动了一下。你看我的世界生机勃勃。光球沉默片刻，然后以更冰冷的逻辑回应：情感化描述无效。青云宗的崛起源于资源异常倾斜，违背平衡。个体苏清雪、张大胖之发展轨迹偏离原定命轨99%。魔元进化导致负面熵积压。汝不要感情用事，以上才是真实的世界。林缺歪了歪头，问出了一个让光球核心运算模块骤然亮起警告红光的问题：那什么是真？冰冷的数据，绝对的平衡，没有意外的运行就是真。有温度的感情，绝望中的希望，这些就是假。意义突出，感情属于高级变量，难以量化，易引发系统不稳定，故在优化模型中权重极低。你的想法很好，但是本尊不同意，权限都给本尊了，那也不需要你了。一扫帚下去，光球破碎。林缺兴致勃勃地找到系统面板，现在皆大欢喜了，我可以当先帝了，你也不用浪费能量了，让我看看。该建立一个怎样的世界呢？飞升的路堵着不对，得通。被先帝封印的飞升通道分别重组，一条新的通天仙路在下界出现。魔渊那地方老是冒脏东西，太浪费了，能不能变废为宝？魔渊深处，那纯粹毁灭的魔神怨念，性质开始发生根本性偏移。下界灵气好像有点稀，不够大家用的。下界地板是秘籍。天地灵气浓度开始稳步温和地上升，仙界的法则好像有点死板，缺了点什么。仙界纯粹为效率服务的底层法则被嵌入了更多可能性的变量。先这样吧，系统面板给我保留着，比拿着扫帚方便多了。修仙界的系统被新任管理者反向兼容了，一个更加完整也更加鲜活的新三界，在旧系统的废墟上悄然诞生。林缺没有睁眼，悠悠的开口：“清雪啊，弟子在。以后好好修炼，路很通了。”林清雪似懂非懂，但正中应下。是，师尊，弟子定当努力。林缺不再说话，呼吸渐渐均匀，好似睡着了。苏清雪看着师尊安睡的模样，又想起山门外的狂热，轻轻叹了口气，嘴角却带着笑。世人争过头，想求师尊一言半语，却不知师尊之道。就在这日升月落，扫地吃饭的寻常之日。修仙界新的势力格局基本稳定，林缺没有选择留在仙庭，而是在青云宗依旧当他的扫地僧，庆贺宗门繁荣安定的内部小宴结束。林缺扛着扫帚，独自溜达到后山最高处，看着山下万家灯火。山下什么时候这么亮了？哦，对，其他门派搬过来了，竟然不吵。林缺不知道是为了保证他的睡眠，周边势力已经自发形成了以青云宗为中心的秩序，摩擦减少，交流更有序。那些曾经整天来求见、送礼的人，
在松泉真人等订立规矩后，也变得更有章法，不敢轻易打扰禁区。亮堂点也好，走路不怕摔跤，就是这地界，感觉越来越干净了，也挺好，省得本尊老惦记这哪里该扫了。悟道时旁围满了弟子，正眼睛发亮的听着张大胖吹嘘。想当年，胖爷我一眼就看出了林前辈的不凡。你们看哈，林前辈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。一旁的林缺听不下去了，在周围弟子惊喜的目光下，出声打断：“张大胖，你故意的！”张大胖嘿嘿一笑：“这就是我们的林前辈，扫一乌而敬天下，绵一榻而定乾坤。于无声处听惊雷，于无息处改山河。”